一则新闻火爆全网，起因是一男子坐地铁时刷视频，结果被小仙女当场扇耳光，甚至还污蔑男子偷拍，最后在地铁保安的全身检查后才还男子清白。可小仙女却拒不道歉，直接扬长而去。平时一般人都惯着她，可男子却不一般，反手将小仙女告上法庭，要求小仙女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结果小仙女直接摆烂说她遭受网暴，抑郁了拒绝道歉。恰巧法官也是女性，最后一审判决出来，男子败诉，并且要赔偿小仙女精神损失费。这是我重生到这个世界后看到的第一则新闻。而我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实习律师，自己开了一家律所，可半年了都没有接到一单业务。前世在蓝星上，我是一名胜率高达99%的金牌律师，唯一输的那场官司也仅仅是因为我被车撞飞，没来得及赶到法庭就躺板了。再次醒来就已经重生到了这里。好在这个世界的法律和蓝星差不多，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看到新闻同款男士站在我身前声泪俱下。刘律师，你一定要帮我，多少钱都行，我一定要他们道歉。小仙女长个嘴就可以随便污蔑我偷拍，他们凭什么查我的手机？凭什么地铁保安强行脱我鞋子，查我鞋子上有没有针孔摄像头？而且事后他们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还来我们学校表白，强写小作文，说我偷拍他们。现在全校的人都不知道怎么看我的。小仙女和云城地铁我都要起诉，这里有10万块，不知道够不够？钱无所谓，我一定要让他们道歉，这种小仙女太恶心了。把事情的前后经过和我说一遍，还有法院具体的判决书也给我看看。恭喜宿主获得神级律师系统，请宿主获胜一场官司，任务奖励现金10万元，新手大礼包发放中。宿主对案件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提升300%，宿主将拥有上帝之手，可以提取案件的相关证据，每天可使用3次。对于系统这种东西，我并没有感到太多意外。穿越必备金手指，小说里都这么写，所以很快就接受了下来。情况我了解了，这个案子我接了，诉讼费也用不了这么多，就算要给，也应该是对方来承担。只要能胜诉，诉讼费什么的无所谓，这10万块算是我捐给律师事务所的，我就是想要个公平。小仙女不仅侮辱我的尊严，而且还网暴我，严重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最后还要让我赔偿他们精神损失费。刘律师，为什么好人败诉了，坏人却逍遥法外？见陈阳的情绪很是激动，我便让他先离开了，随后开始梳理这个案子。目前这个案子在全网的热度已经突破1000万，只要这个案子能胜诉，不仅能得到系统给的奖金，还可以打响我这个律师事务所的知名度。在了解完所有的情况后，我还特意跑了一趟警察局和法院，经过详细的分析后得出结果，起因是林仙儿和苏尔污蔑陈阳偷拍他们群体。一番调解澄清后，2个小仙女也只是对着空气随意的说了句对不起。陈阳不满他们敷衍的态度，结果小仙女很嚣张的吼道：不服吗？有种你去法院告我们呀！说完便扬长而去，而地铁那边正好丢失了陈阳和小仙女这段关键的监控录像。之后林仙儿和苏尔在网上录视频，引导大家网暴陈阳。出于同情，网友对着陈阳一顿人身攻击，就连法院一审都认为被告林仙儿、苏婉儿对陈阳道歉后，事情已经结束。虽然没有监控录像，但在警方的笔录里的确证实了梁宇和地铁保安都已经道歉了。而原告陈阳在网上发视频讲述事情经过，引起了很大的热议。本法庭认为是陈阳自己扩大了事件的不良影响，根本不存在精神损失赔偿，反而陈阳提升事件热度之后，导致被告遭受了网暴，从而患上了抑郁症，所以判决原告陈阳赔偿被告林仙儿和苏婉儿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等。本来这个案件是比较简单的，让小仙女和地铁官方对陈阳道歉也无可厚非，关键就在于审判长王丽云明显是偏向于林仙儿和苏尔的。思考再三，我决定用系统分析一下情况，调取地铁争执以及道歉的全部视频，调取林仙儿抑郁症证明，调取林仙儿和苏尔用小号写小作文污蔑的证据分析。系统目前一天只能提取3次证据，我便提取了当下最关键的3个证据。现在道歉视频有了，而让我没想到的是，2个小仙女的抑郁症是假的，同时2人还将写好的小作文通过各种小号转发，甚至还拉了群网暴陈阳，并且找到陈阳就读的学校，一顿扭曲事实。就这样过了3天，我已经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到手，突然脑海中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接下来这个案子就不仅仅是原先的诉讼请求了，赔礼道歉加赔偿精神损失费都太小儿科。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不但可以把2个小仙女送进去，还可以把对方的律师周小云也送进去，甚至就连审判长王丽云也有严重问题，可以一块打包送进去。想到此处，我直接重新拟诉讼书。与此同时，网上也吵得不可开交。TMD， 陈阳什么时候上诉啊？现在小仙女随便造谣都没有成本吗？反手说自己抑郁，还能从男人身上要到元子。一审都判出来了，不相信法院还在这里支持陈阳呢。下头男都是这样，姐妹肯定没问题。陈阳长得就像猥琐男一样，现在没偷拍不代表以后不偷拍，这个案子2审也没用。一审结果一出，业内还没有律师愿意接手这个案子。虽然这个世界可以重新起诉，但翻案难度相当之高。就在一些专业律师发出评价的时候，法院发布了3天后将重新开庭的通告。当媒体公布双方律师时，网友瞬间就坐不住了。要知道，小仙女请的律师是业内的精英王海洋，从业7年，接手的案子胜率高达70%，而陈阳请的律师则是一个实习律师，律所开业半年都没有接过一个案子。
不是，实习律师怎么打官司？完了，双方律师差距太大，一方律师是战狼，我方律师是哈士奇。伴随着舆论的发酵，3天的时间转瞬即逝。法庭之上，审判长、审判员还有旁听人员都已经到位。原告陈阳、被告林希儿、苏尔，还有地铁相关的人员也等候多时。就在我掐点前30秒走进法院时，一道声音突然响起：抗议对方律师迟到，公然挑战法庭秩序，请求原告律师立刻离场。对方律师，我觉得以你的智商，还是不要当律师了。现在还没有到开庭时间，请问我哪迟到了？我正好认识一个眼科医生，要不要帮你介绍一下看看眼睛？我就开个玩笑，没想到刘律师这么经不起玩笑，怪不得现在还是个实习律师。看来刘律师半年都接不到1单，也是有原因的。希望今天这个官司不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场官司。我听说你的律所快倒闭了，不会这个案子败诉了就当场关门大吉吧？我的律所倒闭不倒闭不重要，这场官司打完后，王律师还能不能当律师？这我可就不知道了。王海洋目光变得冰冷，看了我一眼，没有再说话。开庭时间到，宣布法庭纪律：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律规则，维护法庭的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须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许可。现在准备开庭，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就坐。报告审判长，开庭准备工作已就绪。话音落下，全场起立。审判长王丽云敲了一下法锤。本案上次已经审理过一次，原告律师有了新的诉讼请求，故开庭重新对本案进行审理。本院将对本案进行最后一次审理，判决之后，如有不服判决，可以申请2审，是否有异议？原告陈阳无异议，被告林仙儿、苏婉儿无异议。本案案由如下：9月6日，在云城地铁3号线王家湾站，被告林仙儿和苏婉儿误以为陈阳偷拍，事件发生后系一场误会。原告陈阳控告被告侵犯了他的隐私权、名誉权，诉讼方是否属实？属实。请原告律师陈述本案的诉讼申请。我坐在原告席，缓缓拿出一张纸，开口说道：审判长，我方诉讼申请如下。第一，我方认为林希儿、苏婉儿以及云城地铁保安严重侵犯了我方当事人陈阳的隐私权、名誉权，我方正式控诉林希儿、苏婉儿以及云城地铁对我方当事人造成的伤害，要求被告公开进行赔礼道歉，并且赔偿陈阳1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第二，控诉对方律师王海洋知法犯法，制造伪证，情节严重。根据刑法第306条，要求判处被告方律师王海洋有期徒刑6年，并且吊销其律师从业资格。第三，控诉审判长王丽云接受贿赂，女权主义严重，身为审判长却徇私枉法，并且在上次判决时恶意判决，请求判处审判长王丽云20年有期徒刑，永久禁止王丽云进入法律行业。我一口气说完3个诉求，现场一阵死寂，就连场外观看投屏的市民都愣了一下。什么情况？原告律师不会疯了吧？这个案子不应该是只针对小仙女和地铁公司吗？原告律师上来就玩这么大吗？要把对面律师送进去就算了，就连审判长也打算一起送进去吗？尊嘟假嘟，这也太勇了吧！这是杀红了眼呀！庭审现场，审判长王丽云再度敲响法锤。肃静，原告律师，法院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你说的任何话都将要承担法律责任，请原告律师重新阐述一下你方诉求。刚才的诉求，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方认为，紧接着你便将刚刚的话一字不差的又重复了一遍。这就是我的全部诉求，所以我申请换一个审判长。王丽云和本案有关系，请回避本次庭审。现场陪审人员这一次全部震惊了，你竟然要让王丽云回避？这上来直接控诉审判长的，大家还是第一次见，就连旁边2个审判员也没有想到你会直接控诉审判长。作为原告律师，我自然是有控诉权利的，不知道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有什么异议吗？这时，现场的旁听人员都忍不住窃窃私语。一个实习律师就敢控诉对方律师和审判长，甚至还要求更换审判长，这波操作太牛波一了。此时，审判长王丽云的目光彻底冷了下来。你确定要控诉审判长吗？我再度提醒你一遍，法庭上要讲究事实，讲究证据。如果你仍然坚持要控告我，就必须拿出合理合法的证据，否则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严重的会判7年以上有期徒刑。我非常确定。就在这时，检方工作人员也走了出来。由于特殊原因，本庭宣布暂时休庭10分钟。话音刚落，庭审现场和投屏前的观众都已经炸了。谁又能想到，刚刚开庭就要休庭10分钟？卧槽，刘律师这人不一般啊，直接要把审判长送进去。可怕，太可怕了！法外狂徒莫非说的就是此人？一番讨论过后，作为审判长的王丽云被要求先回避本次庭审，而原本的审判员李涛也成为了这一场庭审的审判长。当然，控诉王丽云一定要拿出证据，不然这场庭审结束后，你也一定会承担法律责任。李涛作为新的审判长敲响了法锤。现在正式开庭，原告律师，请你根据你的3个诉讼请求，依次提交相关的证据。首先，我在这里先陈述一下我当事人经历了什么，这样大家也都能清楚为什么我的当事人会一直起诉。9月6日下午17点30分，陈阳乘坐的云城地铁行驶到了王家湾站，在这里遇到了林仙儿和苏尔。下午17点40分，林仙儿突然抢过陈阳的手机，声嘶力竭地说：“你个老色批偷拍我们！”并且林仙儿在陈阳的裆部踢了一脚。林仙儿和苏尔强迫要求陈阳打开手机查看相册，两女检查完手机后没有发现任何偷拍的照片，结果就说：“
摄像头肯定是藏在鞋子里。地铁保安查了陈阳的手机后，发现是一场误会，最后调解的结果是希望林仙儿和苏尔道歉，结果两人道歉的态度非常恶劣，根本没有丝毫诚意。所有人都在劝说我的当事人息事宁人，还说和两个小姐姐计较什么，人家是女孩子，男生就应该让着女孩子这样的话。可我的当事人明明受到了侮辱，没有得到尊重，为什么要让着施暴者？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所有人，男女平等不是应该的吗？为什么男的一定要让着女的？为什么在女的面前一定要大度？小仙女的随口污蔑就可以肆意检查陈阳的手机、鞋子等隐私物品？我想问，凭什么？这才是事情发生的经过。此时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就在大家都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你却继续说道：事实远不止如此。事后，林仙儿和苏尔用社交账号发布视频污蔑陈阳。今天真倒霉，在地铁上遇到了偷拍男，太让人下头了。随后，这个视频引发了网友对我的当事人网暴，我方当事人陈阳实在气不过，看到两女毫无悔改之心，并且地铁公司也毫无作为，这才将两女和地铁公司一并告上法庭。我方抗议，我认为原告律师在污蔑林仙儿和苏婉儿，空口无凭，乱说一气。审判长，原告律师扰乱法庭秩序，请求将原告律师驱逐出庭。审判长立马看向了你，说道：原告律师，根据警方笔录，事情的经过并不是你说的那样，请拿出相关证据。审判长，我认为原告律师在拿一些莫须有的东西诬告我方当事人。当天地铁公司监控正在检修，监控没有办法使用，请问原告律师如何能一五一十的还原现场？还有原告律师说林仙儿和苏婉儿对着陈阳当不来了一脚，请问有证据吗？最后警方笔录里面写的非常清楚，我方当事人已经道歉，你又是从哪儿得知两个人的道歉态度不好？请问有证据吗？林仙儿和苏婉儿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说遇到了偷拍男，请问有指名道姓的说对方是陈阳吗？你们两个人发布的视频是怎么回事？有具体说谁吗？是这样的，我那天上午出门确实遇到了一个偷拍男，让他删照片也道歉了，他的确偷拍了我们发的视频和陈阳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我和婉儿也对陈阳道歉了，为什么要一直紧追着我不放，还要扩大热度、扩大影响力？我现在天天被网暴，生活都很艰难，如果不是朋友和家人拦着我已经跳楼自杀了。苏婉儿点了点头，哭起来。是啊，为什么不愿意放过我们？陈阳自己在抖音上发的视频才是真正指名道姓说的是我们。我现在也抑郁了，连正常生活都很困难，每天被网暴。陈阳，你究竟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给你道歉了还不行吗？是不是非要给你跪下？审判长，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我方当事人发布的视频和陈阳没有关系。陈阳自己觉得自己被网暴，然后反手发视频扩大影响力，并且紧追着我方当事人不放，利用舆论给我方当事人施压，导致两人都先后患上了抑郁症。我认为陈阳已经侵犯了林仙儿和苏婉儿的隐私权、名誉权，要求陈阳进行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和医药费共计18万元整。只要把舆论拉回自己这边，陈阳迟早要赔偿。上一次是这样，这一次也不会改变。王海洋盯着你，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你也知道这种案件本来就不好判，只要法官带一点偏向性，就一定会判林仙儿和苏婉儿胜诉。毕竟地铁当时的监控录像坏了，而且警方的笔录也写得清清楚楚，两个人已经道歉，只是陈阳自己不接受而已。至于当时地铁站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没办法还原。只要没有监控录像，王海洋还可以反手说你在诬告。和我玩，我玩死你！审判长李涛也看向你说道。原告律师可有辩驳？李涛其实对你的印象并不好，作为一个律师，上来就要把对方律师和审判长都送进去，谁能对这种律师有好感？李涛这句话的意思也很明显，有证据就拿出来，没证据我就要判了，反正这次和上一次也没有什么区别。而此时投屏前的市民也都在议论纷纷。没了，感觉这次陈阳又要败诉了。没证据啊，笔录上写着两个人道歉了，是陈阳自己不接受而已，也不知道两个人到底道歉了没有。刘不达这实习律师果然不行，赔了夫人又折兵，陈阳这次估计要赔钱了。陈阳是怎么回事啊？就不知道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吗？请这种实习律师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庭审现场的你并没有被外界影响，微微一笑说道：审判长，我方有异议，是谁告诉你我们没有证据的？证据就在这里，这里有学校的监控录像，监控录像显示9月4日22点58分，林仙儿和苏尔回到女生宿舍，直到9月5日下午16点46分，监控录像才显示两女从宿舍出来，也就是说林仙儿和苏尔根本不存在早上去坐地铁，他们一直都在宿舍里。请问两位是在梦里坐地铁的吗？由此可见，他们社交平台上发的偷拍男指的就是陈阳。抗议，就算是这样，你又怎么能确认林仙儿社交平台上说的人指的就是陈阳？审判长，我抗议，我陈述还没有结束，对方律师恶意打断我的陈述，我方要求对方律师立刻离开法庭。你以为只有你会抗议吗？审判长李涛转头看了一眼王海洋，说道：抗议有效，警告被告方律师一次，不要无故打断原告律师发言。王海洋冷冷地看着你继续说道：这是其一，所有人都觉得监控录像坏了，就没有当时的录像证据了，而我手里就有录像，正好让所有人都看一看林仙儿和苏尔是怎么对我的当事人进行道歉的。你把监控录像的文件交了上去。审判长李涛说道：请书记员放录像。很快手机上的内容便出现在众人眼前，录像的内容正好是9月5日下午的地铁站上，一个女孩正拿着手机在地铁里录像，正好就录到了监控丢失的那一部分。林仙儿和苏尔大喊陈阳偷拍，然后林仙儿对着陈阳裆部踢了一脚，
陈阳当场就痛苦地跪倒在地，手机也被抢走。最后在地铁保安的调解下，要求两女道歉。结果林仙儿转过头对着空气说道：“对不起了。”苏婉儿则是指着陈阳大声吼道：“非要让我和这个偷拍男道歉是吧？对不起，行了吧？这样你满意了吧？你别再靠近我了，不然我告你性骚扰，赶紧滚吧！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我没说对不起吗？保安，我没说对不起吗？”看着两女敷衍的态度和丑恶的嘴脸，陈阳一时也没有办法。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去起诉。我表哥就是律师，你来法院告我啊！而地铁方面也没有所谓的道歉，只是让陈阳息事宁人。女孩子嘛，你稍微大度点，不要那么计较。这就是我方当事人在地铁站的全部经历，而这段录像恰好被路人用手机拍下来。现场旁听人员看完这段视频后直接炸了。就这个道歉态度，哪有道歉的诚意？还让陈阳来法院告，一定要判，一定要让这两个女的承担法律责任。刘律师牛波一，实习律师都这么强，居然连这个视频证据都找到了。刘律师有点吊啊，简直就是正义的使者，并娇女的克星。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你开口说道：“请问大家，这是一个人道歉应该有的正常态度吗？”陈阳只是想要一个道歉，对方就用这样恶劣的态度，还让陈阳去法院告他。如果这都能算道歉，那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在大街上污蔑别人偷拍，然后用这样的语气道歉来息事宁人？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让现场沉默下来。林仙儿和苏婉儿显然都没想到会有人把他们拍下来，这样一来，他们立马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林仙儿眼神有些慌乱，苏婉儿同样如此。一旁的王海洋则是笑了笑，转过头示意两人稳住心态。没想到你还能找出这样的证据，但是这又怎么样？审判长李涛一时有些愣住了，开口问道：“被告方律师有何辩驳？”审判长，我也是刚刚才看到这个视频，但是根据视频内容来看，林仙儿和苏婉儿也只是对陈阳的态度不好，并没有做多么过分的事情。至于人身攻击更不存在。如果陈阳的裆部受到了严重伤害，刘律师可以给我出示医院的诊断书，我们愿意赔偿医疗费用和各种损失。狡猾的老狐狸，想必他也是知道林仙儿这一脚并没有给陈阳带来多大的伤害，只是侮辱性质比较严重，所以根本不用赔什么医药费。既然对方律师不说话，那么审判长，我想请问一下，只是道歉态度不好的话，犯了什么法吗？这就是陈阳能够一直网暴我方当事人的理由吗？因为陈阳的视频引起的舆论风波，导致几十万网友对林仙儿和苏婉儿网暴，严重影响了两人的学业，甚至精神也受到了影响。听到王海洋这么说，现场一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质问得无话可说。我承认林仙儿和苏婉儿对陈阳道歉的态度不好，他们两个现在就可以对着陈阳赔礼道歉，甚至下跪。但是陈阳的所作所为也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审判长，我再次要求陈阳赔偿精神损失费、医药费，共计18万元。听到王海洋这么一说，林仙儿眼睛一亮，心里想：有个表哥当律师就是好。什么？我为什么要赔偿？我不就是在网上发了一个维权的视频吗？对面这律师果然不是吃素的，这个案子就算陈阳胜诉也要赔钱，就因为陈阳发了个维权视频就要赔钱，精英律师果然不好惹。刘律师尽力了，一个实习律师能打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惜就差那么一点。让这种随意污蔑他人的小仙女逍遥法外，我真的很不爽。有没有哪位律师能让陈阳胜诉还不用赔钱？有的话，我认他做一步。听着现场的议论声，你也陷入了沉思。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陈阳明明是被诬告，现在还要赔偿对方精神损失费，这种结果让所有人都有些失望。这个案子到这里看你还怎么翻盘？就算你找到当时有人拍摄的录像，依旧无济于事。谁让陈阳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维权视频，而且评论量都超过了几十万。与此同时，在云城市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里，有2个人也在关注着庭审现场。看看这下没办法了吧？我就说刘不达一个实习律师哪能轻易翻案？不过能找到地铁监控视频已经很不容易了。但这个案子也仅此而已，胜诉了陈阳也要赔钱，就算不赔18万，也要赔几万块。主任，这个案子有什么参考价值吗？坐在一旁的老人则是缓缓站起身来。别着急，看着刘不达胸有成竹的样子，我感觉这个案子还是很有意思的。高勇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毕竟主任让他看这个案子，他也只能在一旁看着。庭审现场陷入沉思的你终于开口了。审判长，我有新的证据。什么证据？在我提交新的证据之前，请大家先看一遍陈阳社交媒体上的维权视频。很快，手机屏幕上便出现了陈阳发布的维权视频。视频中，陈阳说明了自己是被诬陷，还有他要维权的决心。就到这里吧。我想请问在场的所有人，陈阳说的是不是自己在地铁上被污蔑的事实？没有添油加醋，没有造谣，他只是在说自己的经历。请问陈阳网暴了谁？听着你掷地有声的询问，王海洋一时无言以对。陈阳只是说了自己的经历，他网暴别人了吗？至于评论区的几十万条评论和陈阳有什么关系？我想问对方律师，难道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的经历也叫网暴别人吗？面对你的这一发问，现场再次安静下来。但是陈阳对林仙儿和苏婉儿造成的影响是事实，2个人的确因为这个视频精神方面都出现了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吧。所以不管如何，陈阳都要对此担责。如果陈阳不发这个视频，林仙儿和苏婉儿就不会被影响。对方律师只不过是在偷换概念。如果说对方律师今天刷到了不开心的视频，自己抑郁了，难道就要怪视频的作者吗？如果一个学生的成绩不好，就要去怪游戏、怪电视、怪娱乐活动吗？
更何况陈阳说的都是他经历过的事实，真正网暴林仙儿和苏尔的应该是部分网友，你们应该去找他们，而不是找陈阳。此话一出，事件再度迎来反转，庭审现场的旁听人员又坐不住了。我勒个骚刚！你告诉我刘不达这是实习律师？刘不达、牛波一，就是这两个女的有问题，陈阳有什么问题？自己看视频被影响了，关陈阳什么事？是不是马路上摔倒还要怪路不平啊？让这两个女的道歉加赔钱。看着庭审现场渐渐不受控制，审判长李涛敲了一下法锤。肃静！原告律师说有新的证据，是什么证据？舆论再次向你这边倾斜。这时你拿出了一个档案袋。陈阳发的视频不过是维权视频，反倒是林仙儿和苏尔两人一直在网暴陈阳，证据都在这里。林仙儿和苏尔先是用小号在贴吧污蔑陈阳，随后在陈阳大学的表白墙等地方造谣说陈阳偷拍，还说陈阳是下头男偷拍女生裙底，并且还附上了陈阳本人的照片。这里都是两人利用社交媒体小号对陈阳进行人身攻击的证据，一系列行为已经对陈阳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困扰，陈阳甚至被大学通知停学检查。话音刚落，不只是现场的旁听人员愣住了，就连场外投屏前的市民也被惊得哑口无言。看着这些血淋淋的罪证，所有人都开启了疯狂吐槽。不是吧，小仙女这么恶心的吗？发小作文是吧？简直臭不要脸！到底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小仙女不为人知的背后竟然是这副嘴脸。陈阳是真的惨，必须让小仙女道歉，不但要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就在大家众说纷纭的这段时间，法院技术部门也在验证这些证据的真实性。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审判长李涛敲了两下法锤后说道：经技术部门鉴定，所有证据皆为属实。审判长，既然如此，我更改一下诉讼请求。原本想的只是让两人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但面对两女的负隅顽抗，我方经研究决定追究被告林仙儿和苏尔的刑事责任。两人恶意造谣抹黑陈阳，并且对我方当事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精神伤害，侵害了陈阳的名誉权隐私权。根据刑法第118条规定，要求判处林仙儿和苏尔7年有期徒刑，立即执行。当你最后一句话说完时，庭审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这个案件正是当今社会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典型案件。如果今天不用法律制裁这两人，明天将会有更多的造谣者出现。随着掌声结束，你继续开口说道：如果造谣的成本太低，维权的成本过高，那么这个社会人人都可以造谣，人人都可以污蔑别人。林仙儿、苏尔二人知法犯法，恶意报复，凭空造谣污蔑。如果今天不重判两人，那法律的公正何在，威严何在？如果人人都可以造谣污蔑而不承担法律责任，那还要这个法律干什么？造谣不应该没有成本，必须要让犯罪分子付出代价。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从来都不会缺席。监控录像显示，一男一女深夜来到酒店，刚到门口就看到有人早已等候多时。男子二话不说，塞给对方一个信封后，便丢下女人独自离开。这段视频出自于酒店监控，时间正是9月8日凌晨，也就是开庭前的1个星期。而这也将成为你打赢眼前这场官司的最大杀器。庭审现场，小仙女听到自己要被判7年有期徒刑后，彻底慌了。陈阳也在一旁傻眼了。这还是我请的那个实习律师吗？也太猛了吧！我不但不用道歉，甚至还能将对面送进局子。陈阳不禁对你竖起了大拇指，现场旁听人员也纷纷表示对你的支持。审判长李涛眼见场面再次有点失控，赶忙敲了一下法锤。肃静！被告方律师可有什么需要陈述的？王海洋也没想到林仙儿和苏尔在背后这么抹黑陈阳，一时没反应过来。林仙儿看王海洋不说话，恐慌害怕瞬间涌上心头，站起来指着陈阳说道：我们不过是写了写小作文，至于坐牢吗？对面都是男的，有必要这样吗？就不能大度一点放过我们吗？想到一旦坐牢以后就不能考公考编，还会被反感，苏尔也慌了，忍不住开口道：陈阳，别送我进去！你要我给你道歉，我就给你道歉。我们也没怎么你啊，难道还不能维护自己的清白了吗？审判长李涛见两女的情绪有点激动，又敲了两下法锤，表示肃静。林仙儿和苏尔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王海洋，而作为林仙儿的表哥，此时王海洋终于开口了。审判长，我方也有新的证据，这里是林仙儿和苏婉儿的重度抑郁症证明，他们两个在发小作文之前就受到了陈阳视频所带来的网暴，已经重度抑郁。严格来说，他们两个的精神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前2天跳楼自杀的事情还闹上了新闻，最近这段时间也是靠着吃药才能上法庭，所以我认为他们发小作文也是情有可原。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陈阳导致的，所以我还是请求追究陈阳的法律责任。随后，王海洋将抑郁证明给交了上去。审判长李涛经过核查后宣布，被告律师提交的抑郁证明属实。此话一出，庭审现场瞬间炸了锅。完了，这下别说判了，估计就连赔钱都不可能了。2个重度抑郁症患者，小仙女这波操作666啊，我服了。 TMD 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我见多了，哪是他们俩这样的？造谣别人一句抑郁症就打发了，简直没天理。现场各种讨论的声音都有。审判长李涛鉴于两女前2天刚闹过自杀，想要从轻判决，可这个时候你举手了。李涛看向你问道：“原告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在李涛看来，这个案子到这里基本已经事实清楚，证据清晰，可以宣布判决结果了。就连陈阳本人都觉得让对面2个女的道歉不现实，更不用说判刑了。审判长，我有新的证据，这也是我的第2个诉讼请求，控诉对方律师王海洋知法犯法制造伪证，情节严重，
根据刑法第306条，要求判处被告方律师王海洋有期徒刑6年，并且吊销对方律师从业资格，因为抑郁症证明是伪造的。我操，抑郁症证明是伪造的，怎么可能？不是刚刚说了抑郁症证明是真的吗？难道有什么大瓜是我不知道的？听你这么一说，审判长李涛表情严肃地看向你，而被告律师王海洋则脸色一变，神色都变得有些慌乱。这不可能，刘不达不可能知道。原告方律师，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法庭上不能够随便胡乱说话。我对我的话负责任，因为我手里就有证据。这个 U 盘里面的视频就是证据。在看证据前，我要和大家说明一下，林仙儿和苏尔的抑郁症证明是中心精神医院金海平医生做的检测，而王海洋律师则是给了金海平2万元，只是让他帮忙造假一个抑郁症的证明。两人早在很多年前就认识，王海洋还帮金海平打过3场官司。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 ，U 盘中的内容也缓缓浮现在众人眼前。视频中，王海洋带着一个女人来到了酒店，恰好金海平也在酒店里。王海洋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信封里面是2万块钱。金医生，我这有个小事想请你帮忙，你看能不能开2个重度抑郁症证明？这是一点小心意。王海洋把厚厚的信封塞给金海平。这么客气干啥？又不是什么大事，我们不都是朋友吗？没必要，真没必要。金海平一边笑着一边把信封给收了下来，然后2个人一番闲聊后，王海洋便驾车独自离开，留下金海平和那个女人。暂停啦，到这里就好，下面的视频内容不能播放了。这个视频来自于一家酒店的摄像头，当然这录像也是我偶然间找到的。不过根据这个视频也能看得出来，林仙儿和苏尔的抑郁症证明都是假的，所以我控诉对方律师知法犯法制造伪证，情节严重，要求判处被告王海洋律师有期徒刑7年，并且立马吊销对方的律师从业资格。我也一并控诉医生金海平收取贿赂、恶意造假，请求吊销金海平的医师从业资格证，并且一并判刑。等你说完之后，庭审现场一阵死寂，而投屏前的市民却是七嘴八舌的讨论起来。抑郁症证明是假的，刘不达这实习律师也太牛波一了吧！小仙女装抑郁博同情，这种人太恶心了，我吐了。法外狂徒刘不达一战封神。我手里的就是对方律师王海洋和医生金海平私下交易的证据。金海平作为一个精神科医生，开一个重度抑郁症的证明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现在抑郁症也很常见，毕竟一些小仙女动不动就抑郁了。但是金海平身为一个专业医生，随意开证明，如果他哪天随便给个精神病的证明，那这个精神病杀了人也不犯法，不是太危险吗？所以我请求吊销金海平的医师从业资格证，终身禁止金海平当医生，并且让其承担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个时候，审判长李涛看向了王海洋。被告律师还有什么需要陈述的吗？法院正在核查原告提交的证据。审判长，这视频是假的，这视频是违法的。刘不达他凭什么录制这样的视频？他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刘不达在酒店偷藏摄像头，请求法院严重处罚刘不达。王海洋此时已经有些慌乱，在他看完监控录像之后，就已经想好了。事已至此，那绝对不能承认。如果承认的话，一切都完了。别的不管，至少律师从业资格证肯定没了，而且还会坐牢。在法庭上制造伪证，属于知法犯法罪加1等，肯定完蛋了。就在王海洋不知所措的时候，技术部门工作人员走了出来，在向审判长点头示意之后，便开始宣布：原告律师提交的证据通过检验，视频没有任何问题。对方律师，在此我声明，视频可不是我拍的，摄像头也不是我安的，这只不过是我在网上找的。最新消息显示，无良医生金海平涉嫌收受贿赂、乱开证明，经查实证据确凿，目前已被逮捕。云城当地多家医院联合发出声明，封杀金海平，并且吊销金海平医师从业资格证。就在你出示了王海洋和金海平私下交易的证据后，相关部门很快便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庭审现场审判长李涛开始宣读对金海平的最终审判结果。嫌疑人金海平私下接受贿赂，利用医生职务之便乱开证明，经查实证据确凿，现判处金海平有期徒刑3年，永久吊销医师从业资格证。听着李涛对金海平的审判，王海洋脸色铁青，整个人都有些颤抖。完了，这下真的完了，人证物证俱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没想到不仅没有判到陈阳的责任，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另外，对于律师王海洋的调查暂时还没有结束，所以本庭宣布休庭2小时，稍后正式开庭审理。随着审判长话音落下，双方各自回到休息室稍作调整。而此时林仙儿神色慌张，完全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表哥，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是不是要进去坐牢了呀？听到要坐牢，苏尔也慌了。本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可以胜诉的，结果现在连他们的律师都要进去了。我不要坐牢，坐牢我这辈子就毁了，不能考公考编，就连大学也没办法上了，甚至以后结婚都难，毕竟谁结婚会找一个坐过牢的女人啊？表哥，你帮帮我们呀！王海洋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此刻他的内心也是后悔不已。如果当初不接这个案子，也不至于被抓起来判刑。没想到刘不达一个实习律师竟然这么厉害，连那段监控视频都被他找到了，现在真是百口莫辩。王海洋知道法院调查只是一个过场，现在的他迟早要被判刑，而作为律师知法犯法罪加1等，估计判刑判的还要更严重些。表哥，你得帮我呀！你不是说好帮我们的吗？我现在该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给那个下头男道歉了吗？凭什么呀？我又没错，我就是觉得他要偷拍我。就是，凭什么要我们给他道歉？我才不管法院怎么判，
陈阳就是下头男，要我和这种人道歉不可能。我也是这个态度，反正让我道歉，我就对着空气说对不起，我看陈阳能怎么样。苏尔点点头，两人都觉得他们最严重的后果也就是道歉而已。至于坐牢，那是刘不达吓唬他们的。就在两女热火朝天讨论的时候，王海洋转过身说道：“我是没救了，不过你们两个还有机会，你们才刚满18岁，还是大学生，写小作文这种事情判得可轻可重，关键还要看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如果能够取得陈阳的谅解，或许你们俩只用赔精神损失费就可以了。”话刚说到一半，一位警察便走进来，准备带走王海洋。王海洋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赶紧对林仙儿和苏尔交代：“你们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你们如果想自救的话，必须去道歉，一定要去低声下气的去找陈阳道歉。陈阳也是个大学生，只要你们诚恳道歉，陈阳估计不会为难你们。”话还没说完，王海洋便被带走了，留下两位小仙女一脸不可置信的站在原地。我们不会真的要坐牢吧？可是让我和偷拍男道歉，我觉得真恶心。听你表哥瞎扯淡，他要是真厉害，他自己能被抓进去吗？听我的，我们就不和偷拍男道歉，看法院能拿我们怎么样？两个人讨论的声音很大，被在一旁休息室的你全部听得清清楚楚。你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怎么还有人这么没脑子？要是小仙女真的低声下气的道歉赔钱，陈阳肯定也就谅解了。那你作为一个律师也就不好说什么了，法院爱怎么判就怎么判吧。可两个人偏偏拒不道歉，那后果怎么样就不是你们控制的了。就在这时，你发现自己系统空间里又多了一个证据。3年前，林仙儿苏尔造谣大一男生纪伯达出轨，并且在学校贴吧发布小作文抹黑纪伯达，导致纪伯达长期遭受他人指责，最终选择退学。事后有人指责两女这么做太过分，两女便声称抑郁，想要跳楼自杀，最后被校方拦了下来。学校为平息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甚至还给了林仙儿和苏尔保研资格。光是听着林仙儿和苏尔这3年的所作所为，你都恨得牙痒痒，眼神也不自觉变得冰冷。这个年代真是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小仙女张口就是偷拍，随手写个小作文就能造谣抹黑别人，太可恶了。一会儿开庭我就把新的证据给交上去，必须把林仙儿和苏尔送进去。当然还有王丽云，她的所作所为必须得到严惩。2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休庭时间结束，法院重新开庭。审判长李康说道：“经查实，律师王海洋知法犯法，贿赂他人，伪造证据，并且在从业期间多次伪造证据，稍后审判。”判决结果一出，庭审现场的旁听人员都激动起来。我操，太牛掰了吧！刘不达律师真的把对面律师给送进去了。刘律师说他的第2诉求是把对面律师送进去，那他的第3诉求不会要把之前的审判长王丽云也送进去吧？那可是审判长，不现实。刘律师把2位小仙女给我送进去就可以了。此时审判长李涛看向你：“原告律师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地方吗？或者还有新的证据吗？”你的目光扫过林仙儿和苏尔后，开口说道：“我方当事人陈阳觉得两女都是大学生，只要2个人赔偿1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和诚恳的赔礼道歉，他就不追究2人的刑事责任，愿意出具谅解书。你也没办法，就在刚刚陈阳主动找到你，说不想这2个女的坐牢，毕竟都是大学生，而你作为代理律师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同意。”而此时一旁的林仙儿突然开口道：“我不可能给这种油腻男道歉的，我又没什么错，我就是在他手机里发现他偷拍别人的照片，偷拍别人就不是偷拍吗？我凭什么要给偷拍男道歉？我也不道歉，反正谁来我也不可能道歉，有本事你们就枪毙我好了。”两女始终觉得自己就是写了个小作文，又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来了法院又能把他们怎么样？这年头难道写个小作文还犯法了吗？对于陈阳这种偷拍男、油腻男、下头男，我是不可能道歉的。看到2人嚣张的态度，陈阳彻底无话可说，他悄悄走到你身边，小声说道：“刘律师，帮我整治他们吧。现在我不要他们赔礼道歉了，我就要他们坐牢，律师费我可以加倍，必须要送他们进去。”我手里拿的就是林仙儿和苏尔这3年来造谣污蔑他人的证据。3年前，两女造谣大一新生纪伯达出轨，并且在学校论坛发布小作文抹黑纪伯达，导致纪伯达长期遭受他人指责，最终选择退学。事后迫于舆论压力，两女声称自己抑郁，想要跳楼自杀，最后被拦了下来。为平息事件，校方甚至还给了林仙儿和苏尔保研资格。两女听后被吓得后退了一步，她们怎么也没想到你居然把这种证据都找出来了。这些你是怎么找到的？林仙儿见苏尔神色有些慌乱，赶忙示意他不用担心。我们不就写的小作文吗？纪伯达退学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当初警察都没怪我们，而且校方还给我们保研了。哼，你们是没什么事，可你们知道吗？被退学的纪伯达因受不了网暴的困扰，选择了自杀，那可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此话一出，现场哗然，所有人都没想到，因为小仙女的造谣污蔑，导致一名大学生逝去。你看看，到现在2人还没有一丝丝内疚，必须重判。如果不重判林仙儿和苏尔，他们以后还会造谣抹黑他人，后果不堪设想。我方当事人陈阳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网络暴力，因为林仙儿和苏尔写的小作文，现在精神都有些恍惚，不能够再有下一个受害者了。所以根据刑法第245条规定，请求判处林仙儿和苏尔有期徒刑7年。话说到这个地步，就连审判长和审判员也点头表示赞同。而你又接着说道：“除此之外，我还要正式控诉这个案子之前的审判长王丽云。王丽云身为审判长，却接受贿赂徇私枉法，更是在上一个案子存在重大偏袒。
此时门外的王丽云听到你的控诉后，不假思索地走了进来。审判长，我请求发言。批准发言。刘律师，这个案子你确实打得漂亮，但我作为审判长，每一个案件的判决都是公平公正，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在这里接受大众的监督。如果你一意孤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那就拿出证据。如果拿不出证据，那你将承担难以想象的法律责任。你要想清楚。此时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因为决定权就在你手里。审判长，王丽云对陈阳这个案子之前是怎么判决的？所有人都知道，你不但判了林仙儿和苏尔无责，甚至还要陈阳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失费。那是我根据现有的证据得出的判决，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合情合理合法。请问有什么问题吗？你没有理会说话的王丽云，随手拿出 U 盘和文件资料。这是我收集到的所有资料，你身为审判长，却在近3年的所有案件里面都严重偏向于女方。这是你的个人社交账号最近3年在网上发表的言论，你多次引起男女对立，甚至引导群众舆论，为了赚流量钱，创建小号发表各种引战视频，证据都在这。随后你把证据提交了上去，而王丽云有些狗急跳墙，甚至声音都变得尖锐起来。刘不达，你这是侵犯了我的隐私权，难道我说这些言论犯法了吗？你当然没有犯法，不过别急，这还不是证据，只是想让公众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接下来的才是证据。自半年前开始，你曾连续6次受理过同一人的离婚案件，这个人名叫李琦，也可以说是你的好闺蜜。这半年间，李琦结婚6次，都是在结婚10天后迅速离婚，而结婚的对象都是老实憨厚的农村人。每次结婚，李琦都向男方索要20万彩礼，20万那是人家一辈子的积蓄，在把人家所有积蓄榨干之后，便立马离婚。由于这些村民不懂法，甚至连律师都请不起，只能去法院起诉李琦。而你和李琦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导致最终的判决结果就是房子归女方，彩礼归女方。因为每次李琦找的离婚理由都是因为男方家暴，所以在财产划分上完全偏向于女方。李琦利用法律的漏洞多次骗婚，而这所有的案子都是由你判决的。截止目前为止，李琦现在已经骗到了180万的彩礼，还有6套房子，也因此有6个农村家庭欠了一屁股债，他们攒了一辈子的钱就为了结婚，结果都被你们用这样的手段给骗走了。王丽云愣了一下，她没想到你搜集卷宗会搜集的这么细致，这些案子都是一些小案子，根本没什么人关注。你说的这些案子都是我根据法律判决出来的，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作为审判长，我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结婚之后离婚，具体的财产怎么划分，我有权利决定。你身为审判长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李琦骗到的钱都是和你五五分账，这你又怎么解释？身为审判长却肆意欺压那些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权的人，你怎么对得起人民赋予你的权利？听你这么一说，庭审现场和投屏前的市民都炸翻了。靠，原来王丽云是这样的人，必须给她送进去。这些案子我好像之前都听说过，没想到竟然有这样的黑幕。王丽云要真是这样的人，那她就不配当一个法官，这种人太恶心了，必须抓起来，必须判刑。你这是造谣，你有证据吗？王丽云彻底慌了，心跳骤然紧缩了一下。怎么可能？这件事刘不达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可刘不达是怎么知道我和李琦分钱的？他怎么可能有这种证据？一定是编的，他不可能有证据。这件事情我做的绝对天衣无缝。调整好状态后，王丽云强装镇定地说道：我再说一遍，我的判决都是根据法律来的。至于你说的分钱，我听不懂，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审判长，对方律师对法官进行恶意造谣抹黑，我请求追究刘不达的法律责任。审判长李涛一时也有些凌乱，看向你问道：原告律师刘不达，你所说的这些可有证据证明？证据肯定是有的。我想请问王丽云审判长，你是不是开了一家网店？法外狂徒直播普法，可网友的第一个问题就让我直接破防。刘律师，请问我妈怀我的10个月算非法拘禁吗？一听到这个问题，你就知道这届网友不好带。稍作调整后，淡定地回答道：不算，因为你妈怀孕的这10个月里面，并没有侵犯你的人身自由，也没有不让你出去，而你在你妈肚子里还是胎儿，并不算一个人。在法律上规定人才有权利，你连人都不算，又怎么侵害你的权利呢？你凭借专业的知识和灵活的变通，轻松解答了这个问题。直播间的网友们听后也是连连叫好。哈哈哈，我就随便一问，没想到刘律师真能答上来，牛逼牛逼，果然是专业律师，我先溜了。这位网友刚刚挂断，反手就给你刷了个大火箭。你笑笑没说话，礼貌的点点头。不一会儿，陈阳又请求和你连麦。陈阳，你是有什么问题吗？刘律师，我确实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什么问题？你说吧。请问，当警花的舔狗算不算警犬？这个问题一问出来，直播间的网友瞬间兴奋起来。这哥们的脑洞可真大，这种问题都能问出来。节目效果直接拉满，不行，我要送礼物。我说，咱能不能问点有技术含量的问题？我是一个专业律师，能帮你们打官司的那种，有想要打官司的可以联系我。你是真不想回答这些问题，都太奇葩了，正常人谁能问出来这种问题？刘律师，我是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和我说一说呗。直播间的网友也都发弹幕支持陈阳，吵着让你回答。你无奈的叹了口气回答道：怎么说呢？当然不算了，当警花的舔狗就想当警犬，做梦呢！警犬都是有编制的，人家有正式工作，包吃包住，而且每个月都有很高的营养费，退休了还有退休金养老金，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你呢？
听你这么回答，直播间的网友都笑疯了。虾仁诛心，卧槽！警犬都有退休金，我却没有。TMD， 没想到活得还不如一条狗。这话听着怪怪的，我怎么感觉这是在骂我呢？随着你各种回答网友的问题，直播间的人数也已经破万。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弹幕连续在直播间刷屏：刘律师救救我！刘律师救我！求求你帮帮我！随后这名网友向你发起了连线申请，同意连线后，你只听了一句话，目光就凝重起来。刘律师你好，我叫沈梦玉，有个特殊案件想请你帮忙打官司，涉及到人命。听到这个官司涉及人命，你立马严肃起来。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孙云欣，是位聋哑人，6年前嫁给了一个农村人，生了一个女儿，今年5岁，可她女儿也是一个聋哑人。孙云欣和她老公李永强为了治疗女儿花光了所有积蓄，可还是没治好。为了买助听器，于是就找村霸王彪借钱，可谁也没想到，这钱竟然是高利贷。王彪要的利息太多，我朋友根本还不上，王彪就开始欺负李永强一家，而且王彪发现孙云欣长得好看，便开始对孙云欣长期侵犯。孙云欣每次都反抗，可是没有用，她身上全是伤口，青一块紫一块，我都看不下去了。孙云欣的老公拼命反抗，但他根本打不过王彪。这王彪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干就没人管吗？王彪家在西山村很有背景，平日里就做放贷生意，行事霸道，没有人敢招惹他们一家。就在前段时间，王彪又上门催债，进门后就冲进了孙云欣的房间，李永强拼命阻拦，于是王彪就把狗链子拴在了李永强的脖子上。之后王彪再出来时，就让李永强赶快还钱，不然他来一次就把李永强拴在外面一次。说到这里，沈梦玉由于情绪激动，已经泣不成声。她也没有想到出国5年，等再次回来的时候，她的朋友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为什么不报警？这种事情只要报警，警察肯定会来处理的。因为不敢，李永强不敢去报警。王彪说了，只要李永强敢报警，他就把他们一家人都弄死。后来怎么样了？后来孙云欣哭着跑出来，给李永强做手势，说他不想活了，他想去死。然后李永强就追上王彪，两人打了起来。王彪说要弄死李永强，李永强情急之下找到一把剪刀，把王彪给捅了。沈梦玉说到这里沉默了下来，而这个时候你直播间却是炸开了锅。遇到这种事情，是个男人就不可能忍。你沉默片刻后开口道：“继续说下去。”然后王彪一家报警，王彪也在去医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王彪的爸爸请了全国有名的金牌律师起诉李永强。一审判决结果出来，李永强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此话一出，整个直播间都安静了下来，你也没有说话。刘律师，李永强说他听到王彪喊要去车上拿刀弄死他，他情急之下出于自卫才动手的。可对面律师说没有这把刀，说这是李永强捏造的。事后警方也没有找到这把刀，而且西山村也不让记者进去。现在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所有人都觉得李永强就是故意杀人。可是我知道李永强不是那样的人，他如果要杀人，他早就做了，何必等到现在？他只是想保护老婆。刘律师，求求你救救他，也只有你能接这个案子了。沈梦玉声音有些颤抖，不停的哭泣。孙云欣不能没有她老公，她只是一个聋哑人，她赚不到钱，没有生活能力，她还是个女人。如果王永强被判了死刑，那他们这个家就彻底完蛋了。刘律师，你帮帮我朋友吧。孙云欣没有钱，我有，我手头现在只有10万，我想请你帮忙打这个官司，不然她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沈梦玉把事情的大概基本上都说完了，你目光凝重的说道：“来我的律所说吧，我私信发给你地址，最好带着孙云欣一起过来，然后准备好这个案子所有的资料，我仔细看看。”谢谢你刘律师，判决结果是今天刚出的，1审到2审只有半个月时间，半个月后就会2审。如果不能找到新的证据救李永强，那我朋友这辈子就完了，他的女儿也没有爸爸了，他们一家都没有未来了。可他们实际上犯什么错了呀？听着沈梦玉无助的呐喊，你心中的正义感也彻底被点燃。行，这个案子我接了，你们把资料带给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我先下播去处理案子，这个案子没人能接的话，我来接。只是这个案子不好打，能不能胜诉也不好说，但我肯定会尽力，就这样吧。近日，西山村故意伤人案引发广泛社会关注，起因是一聋哑人女子长期遭受村霸侵犯，甚至还将女子丈夫用狗链拴在门口。女子不堪受辱，告诉丈夫不想活了，丈夫一气之下持刀追上村霸，连捅18刀后，村霸失血过多身亡。事后，村霸的父亲将男子告上法庭。一审判决结果，男子故意杀人，判处死刑。而具体的案件细节还有相关笔录，男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一一交代清楚。李永强，你为什么要杀王彪？你后悔了吗？王彪仗着他爸是村长，长期欺压我们一家，甚至还多次侵犯我老婆。我老婆本来就是一个聋哑人，他这么欺负我老婆，我却只能忍着。他还在我脖子上拴狗链子，我的身上都是伤口，我老婆身上也是伤口。可我一直都没想着杀王彪，因为我不敢。那为什么你还要杀王彪？那天我老婆和我说不想活了，然后我就想着出去和王彪打一架，结果反被王彪打了一顿，还说要弄死我。我看他要去车上拿刀，立即就用手里的剪刀捅向了他。当时我很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害怕他杀了我老婆，所以我就先动手了。但是警方事后并没有找到那把刀，是不是你隐瞒了事实的真相？我没有，我亲眼看到了那把刀，不信你们调监控录像，绝对有那把刀。
我家门口就有监控的。听村里说，你们家门口的监控录像早就坏了，什么都没有拍下来，而且警方也没有找到你说的那把刀。监控不可能是坏的，那把刀我亲眼看到了。李先生，请你冷静。那王彪侵犯我老婆总是真的吧？这件事情已经调查清楚。据王彪的父亲说，他儿子和你老婆是情人关系，双方发生关系都是自愿的。是你发现这件事后恼羞成怒，故意杀害王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啊！你老婆还签了协议，上面写着自愿发生关系，这是他亲笔签名还有手印。如果按照你的说法，王彪早就对你老婆实施侵犯，那为什么一直不报警？为什么要等到杀了人后才报警？李永强的情绪显然已经崩溃，白纸黑字，还有孙云馨的亲笔签名，每一个画面都在刺激着他的内心。都给我滚！这不可能，我经历了什么我比你们清楚。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假的。看到李永强的情绪已经不受控制，这时警察和医生进来带走了李永强。医生临走时说，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可以断定病人目前精神情况有些不稳定，需要服用一些镇定精神的药。而这一突发事件也打断了采访。可不久后，媒体的一篇报道瞬间登上热搜，标题是孙云馨和王彪偷情，李永强发现后恼羞成怒杀人，此案系为情杀，并且声称李永强精神状态不太稳定，杀人早有预谋。另一方面，记者同时也采访了王彪的父亲王亚军，王亚军和整个西山村的村民都在集体发声，要求判处李永强死刑。李永强故意杀我儿子，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必须死刑。我就这一个儿子，李永强，你怎么狠心下得去手？我儿子和你老婆出轨，那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你为什么要杀人？天杀的李永强，还我儿子命来！西山村的村民很多，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都说王永强品行不端，是个暴力分子，经常喜欢打人。还有孙云馨，虽然是个聋哑人，但平时就很浪荡，是他主动勾引王彪的。而大部分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村民则是闭口不谈，看见记者就都躲得远远的。与此同时，沈梦玉也根据你给的地址，带着孙云馨和他的女儿来到了你的律所。刘律师您好，这就是孙云馨和她的女儿李可可。孙女士你好，我叫刘不达，是一名律师。见到孙云馨后，你发现她很瘦，长得很清秀，身上干干净净的，但是却很害怕见到生人。她一直将女儿护在身后，眼神中满是恐惧。这时，沈梦玉对着孙云馨比手势，意思大概就是你是来帮他们的，是来救他们一家人的。孙云馨明白了沈梦玉的意思后，直接走到你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李可可也被拉着跪在了你的面前。紧接着，孙云馨眼圈泛红，一下子哭了出来，边哭边用手势比划。而这段手势大概的意思就是：刘律师，求求你救救我老公，我爱我老公，我不能没有他，是王彪强迫我的，我没有自愿和他发生关系，我身上的伤口就是证据，我都拍了照，求求你救救我老公，我女儿不能没有爸爸。孙云馨一边哭一边拿出照片给你看，照片中的伤口触目惊心，鲜血淋漓。而一旁的李可可不会说话，看到妈妈哭，也对着你比手势：救救我爸爸，我想爸爸了。终于在沈梦玉的帮助下，你彻底了解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李永强一家因为给女儿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于是就找王彪借了钱。没想到王彪这里是高利贷，李永强根本还不起，于是王彪见色起意，多次当着李永强的面侵犯孙云馨，当做抵债。李永强胆小怕事，不敢得罪王彪一家，只能委曲求全，可换来的却是王彪的变本加厉。有一天，王彪上门要债，李永强没钱还，王彪便要进门找孙云馨。李永强奋力反抗，却惨遭王彪殴打，甚至还被拴上了狗链子。然后王彪进房间侵犯了孙云馨。事后，孙云馨哭着告诉李永强自己不想活了。李永强一气之下追上王彪，想要讨个说法，不料又被王彪一顿毒打，甚至还扬言要去拿刀杀了李永强一家。李永强在极度害怕的情况下，就先拿剪刀捅死了王彪。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李永强入狱，被判处死刑。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王彪一家很有钱，王彪的爸爸王亚军不仅托关系打赢了官司，而且还利用孙云馨的女儿威胁孙云馨签下了自愿发生关系的说明书。刘律师，我和孙云馨是发小，孙云馨没上过小学，她连字都不认识，又怎么会写那份说明书呢？而且西山村站出来接受采访的几个人，都是王亚军事先安排好的。听了孙云馨和沈梦玉的讲述后，你陷入了沉思。现在警方已经结案，案件也已经定性，是李永强情杀王彪。要想翻案，就必须进入西山村内调查取证。可西山村的村民堵在村口，谁都不让进。这样下去，案件没有进展，那就没人能救李永强了。具体情况我了解了，沈小姐，你先送他们母女回去吧。接下来我要仔细看看之前的笔录，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几句寒暄后，沈梦玉便带着孙云馨母女二人离开，而你则开始翻阅笔录。在这个世界，一审和二审的时间不会间隔很长，只有半个月，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准备。如果这半个月不把证据都找齐，就没办法帮李永强。现在这个案件有两个难点，第一是李永强口中所说的那把刀不见了，找不到那把刀就没办法证明李永强是正当防卫。第二是孙云馨签字画押的那份说明书，这个证据确认了孙云馨和王彪是情人关系，所以法院才认定李永强是情杀。想到这，你也觉得这案子很棘手，半个月的时间确实有点不够，要先理清楚案件发生的所有关系，才能够帮助李永强翻案。毕竟正当防卫是不犯法的，而故意杀人必然是死刑。第二天，沈梦玉带着孙云馨母女又来到你的律所，因为他们说道，
孙女士，这个案子不好打，而且对面还请了红牌律所的精英律师。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而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之间定义是很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没证据。一听说这个案子不好打，孙云星瞬间急了，拉着李可可走到你面前，扑通一声又跪了下去。孙女士，你别着急，现在关键是西山村的村民不愿意出来作证，而且刀也消失不见了，就连警察也没有找到。事发当天村里的监控也坏了，没办法证明李永强杀王彪是正当防卫。孙云星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也明白翻案会很困难，泪水又止不住流了下来。而你也尽可能的回忆卷宗里面的细节，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案件在网络上迅速发酵，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杀人犯就该死，杀人偿命不是应该的吗？支持死刑。就算老婆出轨也不能杀人呀，杀人就是犯法，老婆出轨就杀情夫，真没必要。李永强真男人，但杀人确实不对，支持死刑。这个案子好像不是这样的，里面肯定有猫腻。我看了李永强的采访视频，李永强说王彪想拿刀先杀他，他才反抗的，而且王彪长期侵犯他老婆，是个人都不能忍。一部分网友说杀人犯就该死，另一部分也表示对李永强的做法表示认同，毕竟老婆被别人长期侵犯，换成是谁都忍不了。一番争论后，都觉得这个案子需要深入调查一下。而你看完卷宗后，又看了一下网上的舆论，不禁有些头疼。奇怪，既然媒体都进不去西山村，为什么这家西山媒体一直在报道西山村的事情呢？西山日报就是西山村的自家媒体，主编就是王彪的小舅子。原来如此，先不说这个案子怎么打，至少我们要在舆论上争取到优势，把事情闹大，得到足够的关注度，加上充分的证据，才有可能帮李永强翻案。你看着跪在地上的孙云星母女俩，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沈小姐，孙女士身上的伤怎么样了？孙云星身上全是伤口，尤其是下体、后背上也全是黑青，现在都没好。你现在立刻带她去医院验伤，顺便检查一下身体，整个过程记得录个视频。最近这段时间也不要让小孩出去上学了，一定要照看好这两个人。你刚说完，沈梦玉就低下了头。你看出沈梦玉的窘迫，她应该也没多少钱，能拿出10万来替孙云星请律师，估计已经是全部家当了。沈小姐，你放心，我不在乎律师费，这个官司我免费帮你们打。你拿着这10万块给孙云星看病，顺便给小姑娘买一身新衣服。沈梦玉哽咽的点了点头。其实钱不钱的不重要，我当律师就是为了做我想做的事情。如果欺压别人还不用付出代价，那法律的公平何在？你当然喜欢钱，不过看到孙云星这一对聋哑人母女这么被人欺负，你就觉得钱不重要了。何况打赢官司，系统还会奖励你15万。律师费我可以一分不收，免费打这个官司只是为了伸张正义。听到你说不用1分钱律师费，沈梦玉马上将消息转达给了孙云星。孙云星听后赶忙起身对着你比手势。不行，不能不给钱，我可以先欠着，但以后必须还，这里是我所有的钱。孙云星翻出自己破旧的小钱包，将所有的钱都递给你，看你没有收，又跪在地上用手去比划。刘律师帮帮我，我以后一定会还钱的。孙云星很害怕你不收钱，不收钱的话，是不是就代表不愿意帮他们？可你不帮他们，还有哪个律师愿意帮他们呢？你叹了口气，无奈的把钱收了下来。沈小姐，你和孙云星说一下，他是我今天的第一个顾客，所以打折只收100块的律师费。沈梦玉听后感激的点了点头，他知道你这种律师怎么可能只收100块，光是咨询费1小时都要上千。你看着孙云星身上的伤口，最后决定陪他们一起去趟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一检查才发现问题很严重，各种各样的伤口都是重伤。沈梦玉陪着孙云星在里面做检查，而你和李可可则在门外等待。没一会儿，李可可跑到你面前比划手势。大哥哥，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你能帮我找到爸爸吗？你看着眼前可爱的小女孩，心中五味杂陈，只能坚定的点了点头，随后眼睛一闭，意念进入系统空间。我倒要看看这个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调取李永强杀人案所有证据。紧接着，你眼前出现了很多证据：李永强反杀王彪的监控视频，王彪长期侵犯孙云星的证据，王彪对李永强双狗链及殴打的证据，王亚军威胁西山村村民的监控视频，王亚军买通西山媒体利用舆论误导大众的证据，王亚军威逼孙云星签下自愿发生关系的证据。系统空间里一共出现10几个证据，不过这些证据目前却无法调取，想要解锁证据必须前往西山村一趟。我现在一天只能解锁3个证据，而且还要在线索指定地点才能解锁。这趟西山村看来是非去不可了。看到了这么多证据，可以确定的是李永强反杀王彪是正当防卫，至少那把刀是一定存在的。不过对方律师身为红牌律所的精英律师，估计也不是吃素的。况且这场官司也没有得到舆论的支持和声援，不管是警方的报告，还是孙云星签字的说明书，都让这个案子变得非常棘手。想在2审翻案，难度犹如登天。这是医院开具的检查报告，孙云星才是受害者。他长期遭受侵犯，身上全是伤口，背上也都是淤青，下体还严重撕裂，而且医生还检查出他体内存留王彪的身体组织。作为孙云星的好朋友，我想问问西山村的村民，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诋毁一个可怜人？听着沈梦玉的控诉，孙云星走到镜头前，比划起了手势。我只是想保护女儿，我老公同样如此。王彪长期欺压我们一家，甚至多次侵犯我。王彪的父亲更是拿女儿威胁我，让我签下自愿发生关系的说明书。我和王彪并不是情人关系，是他们逼我的。孙云星比划完手势后就泣不成声，而网友们看到这条视频时也炸开了锅。
这可是医院开的检查证明，如果真像西山村村民说的那样，孙云馨和王彪是情人关系，那孙云馨身上的伤又怎么解释？我也相信孙云馨没有出轨，而且李永强也在采访时说自己老婆没有出轨。我勒个骚刚！原来王彪的行为这么恶劣，亏我之前还一直支持李永强死刑，我真该死！以老实求放过。网友们看到孙云馨的验伤报告后，纷纷调转枪口谴责王彪。可你却知道，即使舆论风向变了，依旧无法改变李永强杀人的事实。而案件到这里似乎陷入了僵局。我听说王彪的父亲请的律师可是红牌律所的精英律师韩子明，他打官司10年，胜率高达90%。李永强这下想翻案估计难，能改判成无期就烧高香了。韩子明应该是个厉害的家伙。我虽然重生到这个世界不久，可这个名字却没少听到过。随着网友们对案件的讨论，法院很快也公布了2审的具体时间。李永强因不服1审判决，所以选择重新上诉。本庭宣布2审将在10天后开庭。庭审时间一公布，双方律师的资料就出现在网络上。韩子明，京都律师事务所金牌律师，从业9年，胜诉率高达90%。刘不达，实习律师，目前只胜诉过1场官司，就是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地铁偷拍案。敌方金牌律师 vs 我方实习律师，双方究竟几开？网友们也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此同时，你带着媒体来到了西山村，可西山村的村民却挡在了村口，谁都不让进。去，哪儿来的回哪儿去，西山村不让外人进。你认识李永强和孙云馨吗？认识，但不熟。走。面对村民的不耐烦，你笑笑没说话，因为此时你耳边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解锁西山村相关证据。1、西山村村民对孙云馨的真实评价。2、西山村高利贷具体事项。3、王亚军对西山村村民的警告。3个证据全部解锁，你眼睛一亮，心里想到，只要能接触到相关人员，就可以解锁相应证据，这倒是省了不少事。第2天，你带了更多记者来西山村采访，结果还是被挡在村口。西山村村民人多势众，根本不让媒体进去。回去后，媒体便发文报道：西山村村民谢绝调查，态度恶劣，甚至还打掉了记者的摄像机，此案必有隐情。就这样，到了第3天，你带了更多记者来到了西山村，西山村的村民又出来拦路，而这一次连王亚军也出来了。你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吧？我就想问问，为什么还不判李永强死刑？杀人偿命，我儿子尸骨未寒，你们就来采访，到底是什么意思？此时，人群中的韩子明也走了出来。你好，我是王亚军请的律师韩子明，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到了法院再说，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而西山村的不少村民也都开始喊着让你们离开。该调查的警察已经调查清楚了，杀人偿命，证据确凿。再说了，你们来调查有调查令吗？王村长，我是李永强的辩护律师，我不是来调查你们西山村的，我只是想去李永强家里看一眼，顺便给李可可带点东西，这都不行吗？孙云馨欠我们家10万，房子已经抵了，现在他们的房子是我的。送客。听到王亚军这么说，你也没有去争论，转身就离开了。之后又去了西山日报的办公地点，同样被赶了出来。回到律所后，系统提示你解锁了新的证据。恭喜宿主解锁新的证据。1、王亚军威胁孙云馨签下自愿发生关系的证据。2、刀的去向。3、王亚军买通西山媒体进行错误报道，故意误导大众的证据。目前来看，手头上的证据还不够充分，看来明天要去探望一下李永强了。第2天，你早早的来到监狱，李永强刚一见到你就开口说道：刘律师，你能帮我辩护，我很感激，但我知道自己多半是没戏了。我想求你帮我照顾我老婆和女儿，他们都是聋哑人，希望你能帮忙联系个渠道来接济他们，我无以为报，如果还有下辈子，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看着眼前这老实巴交的男人，心里五味杂陈，开口问道：李永强，你后悔吗？我不后悔，王彪一直欺负我们一家，我不杀他说不定死的就是我，等到那时候我老婆和我女儿估计会更惨。刘律师，我只想拜托你帮忙照顾我老婆和孩子，不然他们可怎么活啊？求求你了。李永强说完便在你面前跪了下去。行了，照顾你老婆和女儿这事我可没时间，等你出去后自己去照顾吧。李永强听后眼前一亮，冲着你使劲点点头。这个案子我看了，你是正当防卫，不是故意杀人，所以到时候你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还是有机会改判成有期徒刑，甚至是无罪释放。李永强做梦都没想到能改判有期，更别说无罪释放了。此时距离2审开庭就剩最后1天时间，而你也终于搜集齐了所有证据。恭喜宿主解锁新的证据。1、李永强反杀王彪的视频。2、王彪长期以来侵犯孙云馨的证据。3、王彪殴打李永强以及对李永强拴狗链的证据。解锁完所有证据，你彻底被事实的真相给震惊到了。虽然王彪已经死了，没办法送他进去，可王亚军你却一定要送进去。这次哪怕你是被告，照样也可以变成原告。等着吧，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万众瞩目的李永强杀人案2审正式开庭，这次开庭仍然是全网直播。作为全国最高人民法院2审，也就是终审，此时直播间里已经有几十万观众在关注这个案子，庭审现场也坐满了人，所有相关人员全部到场。随后记录员站起来宣布法庭纪律。现在宣布法庭纪律：诉讼参与人应当遵守法律规则，维护法庭秩序，不得喧哗吵闹。发言陈述和辩论需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许可。现在准备开庭，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就坐。
报告审判长，开庭准备工作已就绪。李永强故意杀人案2审正式开庭，请公诉人员重新描述一遍案件情况。本案一审判决李永强死刑，起因是李永强妻子孙云欣出轨王彪，李永强一怒之下过激杀人，王彪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王彪的父亲王亚军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李永强，一审判处李永强死刑。案件陈述完毕。审判长点了点头，看向了原告律师韩子明。原告律师，请陈述诉讼请求。我方的诉讼请求非常简单，杀人偿命，请求判处李永强死刑。李永强的妻子孙云欣多次勾搭王彪，两人才有了不正当的关系。李永强发现后恼羞成怒杀害王彪，是故意杀人。王彪出轨李永强的妻子只是道德问题，并没有触犯法律，而李永强杀人是既定事实，所以请求判处王永强死刑，立即执行。而这个时候，公诉人员也开口道。根据警方的调查结果，9月30日下午15点35分，李永强持剪刀杀害王彪，作案动机明确，手法简单。杀害王彪之后，李永强主动自首，王彪抢救无效，当场死亡。虽然李永强有自首情节，但并没有对本次杀人事件感到懊悔，所以请求法院判处李永强死刑。公诉人员和原告律师都发表了自己的诉求，网友们看着这样的状况，一个个都有些呆住了。公诉人员和原告家属都要求判处李永强死刑，无期肯定是没戏了，这必然是死刑。尤其是李永强杀了人，居然一点都不后悔，那不是更加坐实故意杀人了吗？别吵了，刘律师这不是还没说话呢吗？再等等。而此时在庭审现场，审判长沈家瑞看向了你。被告律师可以陈述了。审判长，我这边的诉求也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我认为被告李永强无罪，请求法院立即释放李永强，并且要求王亚军赔偿李永强6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医药费、误工费等费用。你陈述完后，现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好一会儿才有人小声议论起来。刘律师太勇了吧，开局就扔王炸，李永强可是杀了人，能改判成无期就不错了，无罪释放会不会太难了？正常情况不是应该李永强赔偿王彪一家吗？怎么现在还要王亚军赔钱？我没听错吧？法外狂徒名不虚传，期待期待。审判长沈家瑞见现场有些混乱，赶忙敲锤警告。肃静，被告律师，这里是法庭，法庭是严肃的。作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每一句话都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否则将会承担法律责任。所有人都觉得你疯了，李永强杀人铁证如山，怎么可能辩护成无罪？而且李永强也亲口承认杀了王彪，哪怕是有自首情节，也不可能无罪释放。王亚军在原告席上听你这么说，更是不屑地笑了笑。还以为能有多厉害，没想到就是一水货。这次一定要判李永强死刑，我儿子不就玩了一下他老婆吗？谁让他们一家欠钱不还的，把我儿子杀了，你们一家都别想好过。审判长，我再重新声明一下我的诉求：第一，判处被告李永强无罪，当庭释放，并且要求王亚军赔偿李永强60万元的精神损失费；第二，请求当场抓捕王亚军，同时抓捕王亚军一整个犯罪团伙。王亚军通过高利贷长期从事不法生意，请求判处王亚军无期徒刑。原告变被告，身份突然的转换让韩子明都有些懵了。他才是原告辩护律师，怎么现在你一脸原告的样子？韩子明刚要开口，就听你说道。第三，请求法院彻查王亚军和西山媒体的关系。西山媒体收取王亚军大量好处，利用不实报道让大众对李永强一家产生误解。西山媒体作为一个官方媒体，收取贿赂播报假新闻，严重违反职业道德。我请求取缔西山媒体，并且抓捕西山媒体相关负责人，判处7年有期徒刑。面对你突如其来的3个诉求，即使韩子明作为一个精英律师，一时间也没反应过来。西山媒体的负责人就在旁听席上，听到你要把他送进去，一时也懵了。而王亚军听到你说高利贷和利益输送的事，眼皮皱了一下。不可能，我做高利贷和勾结西山媒体的事情，刘不达一个律师怎么可能知道？西山村的村民更是没人敢说出去，他肯定是胡编乱造的，没有证据还想把我送进去，现在我反而要送他进去了。审判长，我抗议，对方这是诬告。此刻庭审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审判长，我抗议。顺着声音的来源，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韩子明。审判长，我认为被告辩护律师口中的诉求和本案无关，本案是李永强杀害王彪一案，和西山村的媒体有何关系？我认为被告律师是在转移话题。审判长，我也抗议。我认为我说的3个诉求全部都和李永强杀害王彪一案有关系。在我没有陈述完之前，原告律师凭什么觉得和本案没有关系呢？原告律师恶意打断我说话，请求让原告律师立刻离场。被告律师抗议有效，警告原告律师1次，如果超过3次，将请原告律师离开法庭。本想给对手一个下马威，没想到反被拿捏了。此刻韩子明心中怒火中烧，随着法锤落下，审判长继续开口道：请原告律师再度声明一下本案经过，是否发现新的证据？审判长，我有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孙云欣和王彪是情人关系。这份协议有孙云欣的亲笔签名和手印，里面的内容可以证明是孙云欣主动勾引王彪的。说完，韩子明就把证据交给了审判长。协议上的确有孙云欣的签字和手印，也清楚地交代了是孙云欣主动勾引王彪的。这里还有一份视频，都是西山村村民对孙云欣的评价。韩子明将手里的 U 盘也交了上去，不一会儿 U 盘里的内容便出现在大家眼前。孙云欣平时就喜欢勾引村里的老光棍，就是个荡妇。是啊，
我就住他家旁边，听说她老公被抓走了，可我昨天还听到她房间里传出来哼哼唧唧的声音。视频中村民对孙云欣的评价大概一致，但说法却是千奇百怪。而此时庭审现场，韩子明又开口道：根据以上证据可以说明，王彪并没有侵犯孙云欣，一切都是孙云欣自愿的，而李永强的杀人动机就是孙云欣出轨，所以王彪并无过错。听到有人这么诋毁自己的老婆，李永强忍不住开口道：你胡说，我老婆根本没有出轨，你凭什么这么侮辱她？审判长，我认为被告故意扰乱法庭秩序，请求让被告离场。警告一次，被告不得无故扰乱法庭秩序。李永强听到审判长警告后，才闭上了嘴，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了你。而公诉人这时开口道：我认同韩子明律师的观点，请求法院判处李永强死刑。被告律师有何辩驳？审判长，我不认同原告律师的观点。根据李永强和孙云欣夫妻二人的陈述，孙云欣从来没有出轨过王彪，这是两人共同承认的。而且孙云欣的身上有伤口，原告律师又怎么解释？是解释李永强家暴孙云欣吗？没错，那就大错特错了。孙云欣本人亲口承认，他身上所有的伤口是王彪在侵犯他的时候造成的。这里是医生的诊断书，上面清楚地写明了孙云欣体内有王彪的 DNA 组织。随后你也把证据提交了上去，包括孙云欣之前录制的视频，还有伤情鉴定书以及 DNA 检测报告。法院很快便鉴定完毕，所有证据皆为属实。李永强夫妇一直都强调感情很好，现在又证据确凿，我有理由怀疑是原告律师捏造虚假证据，故意误导大众。听你这么一说，韩子明人都傻了。审判长，我方提交的证据也都是真的，孙云欣的确签了字，不存在捏造。很快字迹鉴定结果也出来了，签名是真的，手印也是真的，都是孙云欣的。这下轮到现场的旁听人员懵了，孙云欣一边说自己被侵犯，一边又签下这样的协议。就在大家疑惑时，你开口。据我所知，孙云欣是个聋哑人，从小就没上过学，唯一会写的只有自己的名字。你觉得他能看懂这协议吗？就算他看不懂，但是别人可以给他讲解呀。至于孙云欣身上的伤口，西山村的村民都知道，那是李永强家暴他造成的。这时，几个西山村的村民纷纷站起来说道：孙云欣平时看着老实，实际上就和潘金莲一样，李永强满足不了她，他就勾引王彪。我听王彪说过，他说孙云欣就喜欢被打，他管这叫情绪。要我说，就是孙云欣看李永强要被判死刑了，趁现在赶快捞点钱，法官你要明察呀。这几个村民纷纷开口指责孙云欣，李永强刚想说话就被你制止了。人证物证俱在，此时韩子明信心十足。人证物证俱在，李永强杀人就是情杀，请求判处李永强死刑。至于孙云欣，他捏造事实，刻意误导大众，涉嫌敲诈勒索，请求判处有期徒刑5年。一时间，胜利的天平好像在朝着王亚军这边倾斜，许多网友都是头皮发麻。事情的真相真是这样的吗？不太清楚，怎么看得我越来越迷糊了？孙云欣到底是主动勾引别人，还是被侵犯了？还真要调查清楚。庭审现场，审判长沈家瑞看向了你。被告律师可以发言了。审判长，我有新的证据，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孙云欣会签这个协议。在告诉大家原因之前，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孙云欣一直说自己是被强奸而非出轨，他可从来没有问王亚军一家要过1分钱，何来的敲诈？而孙云欣签这个协议的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韩子明在这个时候又站出来说道：审判长，我认为这只是被告律师的意向分析，并没有实际证据支撑。王亚军一家从未欺负过孙云欣。你要证据是吗？证据就在这里，大家请看监控录像。还有，请原告律师不要打断我的陈述，不然我将会当庭投诉你。说完，你拿出一个 U 盘交了上去，没多久 U 盘里的视频画面便出现在大家眼前。10月2日下午5点，西山村某村民来到西山幼儿园，带走了孙云欣的女儿李可可。10月2日下午5点13分，孙云欣来幼儿园时，幼儿园老师告诉孙云欣，李可可已经被接走。孙云欣心急如焚，开始到处寻找。这个视频要告诉大家的是，10月2日下午5点钟，有人带走了孙云欣的女儿李可可，而这个人就是西山村村民王铁柱。王铁柱和王亚军一家走得非常近，而西山村的村民又为什么要带走李可可呢？这个证据可以告诉大家真相。你又将新的证据提交了上去，而这段视频是一位网红的直播画面，时间是10月2日晚上19点30分。孙云欣独自来到郊外，一辆面包车疾驰而来，随后车上下来4个人，这4个人中就有王亚军。王亚军拿着一份协议给孙云欣签，孙云欣一开始不愿意，结果视频中王亚军拿出了李可可的照片，孙云欣看到后立马急了。然后王亚军告诉孙云欣，不签这个协议就别想见到他的女儿。孙云欣看着协议，眼神中很抗拒。虽然他看不懂协议是什么内容，可他知道这个协议肯定是不好的。可他不签协议就见不到女儿，最后只能把协议签了下来。综合2个视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王亚军让人带走了孙云欣的女儿，然后以此来要挟孙云欣签下自愿发生关系的协议。所以说这份协议是在逼迫下签署的，在法律上无效。视频内容已经清晰地记录了王亚军的犯罪事实，王亚军涉嫌绑架，逼迫孙云欣签下自愿发生关系的说明。
他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请审判长批准逮捕。韩子明作为原告的辩护律师，看着这一幕没有说话。他也没想到王亚军会用一个小女孩去威胁孙云欣签下协议。事实的真相远不止如此。我曾带着媒体去西山村做过真实的采访，这里有一段录像。视频中，你带着媒体记者来到西山村采访，可村民一听到李永强和孙云欣两人的名字，都是避之不及。尤其是追问到孙云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人敢回答。这就是真实去西山村采访的录像。西山村的村民完全不敢多谈孙云欣，而不是像刚才那几位一样，全部都在说孙云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采访录像加上你有理有据的说明，所有人瞬间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不少网友纷纷痛斥王亚军和西山村村民的这种行为。王亚军原来是这种人，我终于知道这个协议是怎么来的了。这么胁迫一个聋哑人，王亚军是真该死。刘律师，赶快想办法把他送进去吧。支持把王亚军送进去。父子俩看起来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掩盖证据，竟然干出绑架威胁这种龌龊事。而此时的庭审现场，审判长沈家瑞看向了你开口道。由此可见，西山村村民恶意攻击李永强一家，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是孙云欣主动和王彪发生关系的，并非是侵犯。而这一切全部都是王亚军亲手策划的。事已至此，真相呼之欲出，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而这时你又说道，我现在手里还有几个证据，大概就是说王亚军一家嚣张跋扈，在当地成立了高利贷，四处暴力催收。西山村也并不只是一个村庄，更是一个高利贷团伙中心。他们的合同虽然还没有到达高利贷的标准，可他们会有其他的渠道来让别人还钱。随后，你将西山村高利贷集团的合同，还有一些交易流水明细一并交了上去。王亚军眼皮一抽，起身说道：“审判长，我们西山村做的都是正规合法的借贷生意，我们有自己的公司。刘不达这是在诽谤我。”你们是有自己的公司没错，但你们还注册了另一家皮包公司。这家皮包公司是做酒类销售的，进价10来块钱一瓶的白酒，在你们这里转手就卖上万块。为了赚到利息，你们让人还钱的时候就买你们这里的酒，一瓶酒有时候都能卖到上万块，甚至几十万。而李永强就是被你们坑害的人之一。说完后，你把新的证据也提交了上去。皮包公司真实的法人是王亚军，还有皮包公司的进货渠道以及每瓶酒的进货价格。除此之外，我还找到了一个证人，他叫王俊龙，他本人深陷你们高利贷的套路，家破人亡，被你们逼得跳楼自杀。你们以为王俊龙死了就没有再去管，可你们没想到王俊龙被奇迹般的救活了，他现在已经来了。现场的旁听人员都愣了一下，没想到你还带了人证过来。王俊龙来了之后，缓缓开口陈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年前我找王亚军借了20万，3个月之后他们却要我还150万。为了还钱，我把房子卖了，老婆也因此跑了。我还了90万，实在还不动了，你们就找人殴打我，逼我还钱。走投无路下，我选择跳楼自杀。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还能活着。西山村王亚军一家都是做高利贷生意的，他们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随后，王俊龙把所有收集到的证据都交了上去，其中有王亚军派人暴力催收的视频，还有王亚军威胁他还钱的录音，以及逼迫他花高价买酒来偿还高额利息的收据。王俊龙住院1年多，到现在才能勉强走路。我也是不久前才找到他。西山村里面有一个高利贷组织，就是以王亚军为首，他们联合了几10个村民做高利贷已经好多年。根据我的调查结果显示，涉案金额已经超过3000万元，数额巨大，请求没收一切违法所得，并且判处王亚军无期徒刑。王亚军听你说完后，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明明自己才是原告，怎么最后反而要被送进去了？还有，王亚军用钱买通西山媒体，在李永强杀王彪一事发生后，西山媒体就多次发布不实报道，然后全网跟风转发，已经对孙云欣和李永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请求法庭严判西山媒体。说完，你又拿出一个新的证据，证据显示10年前王亚军一家在西山村从事煤炭生意，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地下挖煤，可这里施工却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结果一次塌方事故导致15人死亡。事后王亚军直接用钱息事宁人，甚至还买通西山媒体虚假报道，只有1人死亡，之后继续进行地下挖煤生意。我手里的资料都是证据，王亚军一家买通西山媒体，甚至在西山日报的角落里面还打着广告，电话号码都写得清清楚楚。你把证据都交上去后，所有人都懵了，因为这证据资料太多了，短时间内根本看不完。这些资料里清晰地记录了西山媒体每一次发布虚假新闻的时间，甚至还记录了王亚军一行人多年来做高利贷具体的一些细节。看你拿出这么多的证据，现场来的西山村村民都是有些不可置信。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刘不达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证据？很多事情我们都做得很隐晦，这么些年借出去的钱，他竟然调查出了一大半。王亚军整个人都呆住了，他想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甚至把他开的一家卖酒的皮包公司都找出来了。卖酒赚取高额利息，这事他自认为做的天衣无缝，甚至每次对方买酒时，刘亚军还会贴心的开一张发票。结果这一切全都被你找了出来。而此时现场的西山村村民见事情败露，一个个都忍不住开口。审判长，他说的都是假的，我们是正经做生意的，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我们没干高利贷啊。审判长，不要听他胡搅蛮缠，这个案子说的是李永强杀人，被告律师这是在混淆视听。刘不达，你等着，我要是被判了，等会儿就弄死你。跟着王亚军来的村民此时情绪激动。审判长，我认为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求逮捕西山村相关村民。
在车辆呼啸而过的街头，男子低头缓慢地行走着，对于耳边响起催促的汽笛声，他完全不予理会，目光可是死死盯着手机，嘴里不停地嘟囔着：“这该死的老逼灯，必须给他送进去。”偶尔经过他身边的行人，对于他这异常举动不但不感到惊讶，反而个个点头表示理解。而这一切只因为李永强杀人案在今天迎来了惊天大反转，原告变被告，案件背后的真相直接震碎了直播间网友的三观。而庭审现场，审判长看到这些证据后，一时也陷入了沉思。当了这么多年审判长，第一次见到刘不达这样的律师，从一个简单的杀人案，竟然引出了一个犯罪集团。意识到案件的复杂性，审判长沈家瑞敲了一下法锤。本庭宣布暂时休庭。另外，王亚军、西山媒体还有本案涉及的相关人员必须全部接受调查。法院休庭后，当天就有大批警察来到西山村，带走了很多村民接受调查。西山媒体也有很多人都被带走调查。事情闹大之后，官方给出举报有奖励的活动，这就导致西山村很多村民都站出来举报王亚军一家。我要举报王亚军一家，王彪平日里就欺男霸女，他们一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欺负我们还不让我们说，就是他们一家威胁我们去诋毁孙云欣的。我也举报王亚军，上次我问他们借了1万，没2天他们就让我还5万，不还就要把我家东西都搬走。他们还说现金让我还1万，剩下的4万买他们的酒，可他们的酒是真的难喝，他们就是强买强卖，就是干的高利贷。很多被王亚军一家欺压过的西山村村民都自发站出来举报，而警察和法院这边也开始着手调查以王亚军为首的犯罪团伙。很多媒体再次来到西山村采访时，村民的口风也是一变，与之前完全不同。李永强是真可惜，他平时很老实，从来不惹事，脸上总是和和气气的。结果他们一家借了钱还不上，王彪就去糟蹋人家老婆，这事闹得村里人都知道。孙云欣是个聋哑人，很守妇道，怎么可能出去乱勾搭别人？就是王彪欺负的孙云欣，而且不是1、2次，估计都快1个月了吧。反正我经常能听到孙云欣的哭喊声。这些采访被公布到网上后，事情真相大白，但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又让网友苦恼不堪。王亚军这种社会毒瘤早就应该被清除，只是孙云欣一家就惨了。可怜的李可可从小就没有爸爸。如果刘律师真能帮李永强把死刑改判成无罪，我分分钟去刘律师直播间刷10个华子。杀人那可是死刑，能改判成无期就很难了。而且李永强就算被欺负在先，他的行为也是过激杀人，最后结果都一样，哪怕有自首情节也是死刑跑不了的，谁来也没办法。我想给孙云欣和李可可募捐，不说别的，就是想让2个聋哑人能够得到治疗，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一做法得到了广大网友的支持。与此同时，法院针对李永强杀害王彪一案也即将再度开庭。目前王亚军已经被逮捕，等待着最后的判决结果。韩子明也来监狱见过了王亚军。王亚军知道做高利贷的事藏不住了，肯定会被判刑，他就一句话：一定要判李永强死刑。韩律师，我怎么判无所谓，反正就这样了。但是一定要判李永强死刑，他可是杀了我儿子，我儿子犯法自然有法律来制裁，就算是强奸也不至于死吧？为什么他要杀我儿子？为什么？王先生，你别激动，我会努力的，毕竟这是我的职责。韩子明知道这个案子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但杀人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检方也对李永强提起了公诉，就算他不帮忙争取，公诉人也会全力要求判处李永强死刑。再厉害的律师也不可能改判成无罪。全国最高人民法院上午9点钟，李永强杀人案终于正式开庭。王亚军被警方带到了现场，审判长沈家瑞也进场。本次庭审依旧采用全网直播，所有人都在期待你能不能辩护成功。本次诉讼案件为李永强杀害王彪一案。李永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也不管李永强一家遭受到了什么侵害，我对此遭遇只能表示同情。但法不容情，李永强杀害王彪是既定事实，而且在杀害王彪期间，李永强连续捅了王彪10几刀，造成王彪死亡，因此李永强就是故意杀人。就算李永强有自首情节，可主观杀人意愿强烈。根据华夏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处死刑，情节较轻者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事后李永强并没有对此感到后悔，所以也不存在从轻处罚的环节，请求判处王永强死刑。公诉人阐述完后，审判长看向韩子明说道：原告律师有何补充？我身为一个律师，也一样同情孙云欣的遭遇。王彪的做法的确触犯了法律，但王彪的罪行应该让法律来审判他。李永强因为一时鲁莽过激杀人，所作所为无法构成正当防卫，甚至都不存在防卫过当。我身为王彪的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的观点一致，请求判处王永强死刑。所有矛头再次指向了李永强。李永强听到这么多人都要求判他死刑，也是低下了头。这时审判长开口道：被告可以进行陈述了。对不起大家，我更对不起我的老婆和女儿，我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可是我的老婆和女儿都是聋哑人，我请求大家可以帮帮他们，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法院所有的判决我全部接受，也谢谢刘律师能够帮我辩护。犯了错就应该受到惩罚，我只希望我的老婆和女儿能够幸福，希望我的女儿能够健康的长大，希望我老婆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李永强知道自己今天活不下来了，他抬起头说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审判长，在接受判决之前，我想看看我的老婆和女儿。
审判长没有说话，只是重重的点了点头。紧接着，孙云欣和李可可在法警的陪同下来到了现场。李可可一见到爸爸，就开始用手比划。爸爸，我好想你，可可已经好久没见到爸爸了。李可可的手势很多人都看懂了，而一旁的孙云欣早已是泪流满面，他什么都听不到，只能傻傻的看着眼前这一切。突然，孙云欣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不停的用手比划。我老公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能没有他，我只想他能活着，只要他能活着，我等多久都可以，我甚至可以代替他去死。法庭上，李永强看着孙云欣，孙云欣也看着李永强，两者无言，彼此眼中全是泪花。然后孙云欣对着李永强比划出了最后一段手势：老公，无论多久，我和女儿都等你回家。屋内传来妻子的惨叫声，可丈夫却像狗一样被拴在门外。几分钟后，村霸提着裤子从屋里走出，脸上还露出一副想说的表情，然后来到男人旁边，不停地用言语羞辱对方。你真不如一条狗。男人很愤怒，可却不敢有半点言语。村霸走后，妻子也从屋内走出，衣衫褴褛，头发凌乱。看到妻子被糟蹋成这副模样，李永强即使再懦弱，也终于是无法忍受。他气愤地冲出门外，猛地扑向了村霸。然而他根本就不是人家的对手，被狠狠揍了一顿不说，王彪更是扬言要去车上拿刀将他砍死。听到这话，李永强心里万分恐惧。为了保护自己，他随手掏出一把剪刀，趁着王彪没反应过来，朝他身上猛刺数十刀。这一段画面刚好被一旁的行车记录仪清晰地拍了下来。而视频中王彪所提到的那把刀，将是本次案件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此时庭审现场，公诉人和韩子明都看向了你，所有人都沉默了下来。审判长沈家瑞说道：“被告律师请进行陈述，其他人无故不得打断。”我认为刚才公诉人和原告律师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也一样同情李永强的遭遇。李永强如果是直接冲出去杀人，那判处死刑毫无争议。听到你这么说，韩子明和公诉人都是愣了一下。你不是李永强的辩护律师吗？这是什么情况？所有人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但是李永强冲出去后并没有直接杀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李永强当时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朝着王彪冲了过去，没想到却反被王彪揍了一顿。王彪气不过，当场就说他要去车里面拿刀杀了李永强。李永强看到王彪拿出一把刀，这种情况下他感觉到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情急之下是点刀反杀王彪。所以我认为李永强完全是正当防卫，不存在故意杀人。根据华夏刑法第20条有关正当防卫的规定如下：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所以李永强无罪，正当防卫无罪。被告律师，庭审现场请不要接打电话。抱歉，审判长，这是我预约游戏命运盛器的开服提醒。老话说得好，世间美女千千万，命运盛器全都占。游戏里50多个百媚角色，高品质3D 建模，可以无死角欣赏美女。命运盛器9月14号上线，我已经等了很久了。每次收集线索疲劳时，玩命运盛器，保证能让我元气满满。话音刚落，现场掌声雷动。李永强的笔录里的确是这么说的，他说王彪要拿刀杀他，所以他才反杀。那这种行为确实属于正当防卫。就在这时，一旁的韩子明立马举手请求发言。我反驳，被告辩护律师的陈述都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没有证据。请问有谁看到王彪拿出了那把刀？那把刀是真实存在的吗？根据警方的笔录，在王彪的车里并没有发现刀，现场也只有李永强手里的剪刀。法律要讲究证据，既然没有这把刀，也就说明李永强人身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根据华夏刑法第20条，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在行凶或者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做出的合理反抗。如果能证实这把刀的存在，还能说成是正当防卫。但是现在没有这把刀，也就不构成正当防卫，除非被告辩护律师能找到这把刀。韩子明说完后，现场再次安静下来。法律是要讲求证据的，那把刀显然成了本次案件的关键证物。同一时间，方达律师事务所内，主任薛延廷、金牌律师高勇以及薛延廷的孙女薛青青都在关注这场庭审直播。高勇叹了口气说道：“这把刀估计是找不到了，就算真的有这把刀，王亚军也会第一时间处理了，不可能留下证据。李永强估计还是死刑，要想改判，除非能找到这把刀。那就再去调查呀，肯定能找到那把刀，再给警方一些时间。不可能了，这个案子今天就是2审判决的最后一天，之前已经休庭过一次，不能再休庭了。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浪费警力去找一把可能不存在的刀，不太现实。我不信，我觉得这个案子刘不达还是有机会的。这个案子取证太难，警方都没找到那把刀，李永强最后估计还是死刑，谁来都不可能翻盘。案件到这里再次陷入僵局，只要找不到那把刀，就永远都是证据不充分，也永远没有办法给李永强定性为正当防卫。此时，王亚军嘴角露出一丝得意，心里想到：李永强必须死刑，我可是花了大价钱才找到韩子明这样的精英律师，就是为了让法院判处李永强死刑。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再次看向你，李永强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中。你不慌不忙地向前走了2步，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全新的 U 盘。我原本也以为找不到那把刀，甚至觉得那把刀或许是李永强自己编出来的，直到我看到了这段视频。审判长，我手里就有当天在李永强家门口的监控录像，这段监控录像出自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我已经备份到了 U 盘里。
正好可以让大家看看李永强杀害王彪当天具体发生了什么。谁都没想到你竟然拿出了监控录像，王亚军更是一脸不可置信。事情发生当天，他就把证据全都处理了，并没有遗漏的地方。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监控录像开始播放。9月30日下午15点34分，孙云兴告诉李永强自己不想活了，李永强就冲出门追王彪。王彪见李永强竟然反抗自己，对着李永强就是一顿输出。李永强不是王彪的对手，被王彪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下午15点35分，王彪从车上拿出了一把刀，看到王彪手上那把刀，李永强掏出了剪刀，瞬间捅向王彪。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案发后李永强第一时间选择了自首。通过视频可以看出，李永强并没有直接想要杀掉王彪的想法。他虽然携带了剪刀，可他第一时间还是不敢拿出来，直到王彪从车里拿出了刀，李永强才拿刀刺死王彪。王彪拿出刀已经有着明显的杀人倾向，对李永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威胁。根据华夏刑法第20条，王彪持刀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及李永强的人身安全。李永强采取正当防卫，造成了王彪死亡，属于合理行为，不需要负刑事责任。所以我认为李永强无罪，请求法院当庭释放李永强。你陈述完毕后，法院的技术鉴定结果也出来了。审判长，视频证据属实，没有经过合成剪辑，这的确是9月30日当天的监控录像。鉴定结果一出，所有人都炸了，观看直播的网友更是义愤填膺。杀得好，被拴狗链子，还看着自己老婆被欺负，是个男人都忍不了。这就是正当防卫啊，还有什么问题吗？王彪都把刀拿出来了，他还能干嘛？别告诉我他拿刀是想切苹果。李永强反杀没毛病，李永强真男人。就是这画面流传出去要记得打码，不然容易影响小朋友的身心健康。一时间，网友们都在支持李永强，一场胜利仿佛就在眼前。如何才能合法的达人？当遭遇坏人持刀砍来时，你可以拿刀捅死他；当小仙女遇到坏人骚扰时，也可以拿小拳拳捶死他。这些在紧急情况下进行防卫的反杀行为都是合法的，因为刑法第20条明确规定，面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拿人、抢劫等暴力犯罪时采取防卫的行为，手段不限，不管是用砖头还是斧头造成行凶者死亡的，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不限制任何手段，不能让法向不法让步。然而，在李永强杀人案的庭审现场，公诉人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根据视频内容来看，李永强正当防卫的行为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这种情况下应当负刑事责任。监控录像显示，王彪虽然拿出了刀，但这把刀刺向李永强了吗？视频中不难看出，王彪只是拿出了这把刀，但是并没有对李永强构成人身威胁。李永强直接挥刀刺向王彪，这本身就是防卫过当，甚至是故意杀人。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去市场买鱼，卖家拿起刀准备杀鱼，顾客看到卖家拿起了刀，顾客直接用刀上去捅死卖家，请问这能叫做正当防卫吗？综上所述，李永强主动持刀杀人就是故意杀人，请求判处李永强死刑。公诉人的这一番陈述，让所有人的心再次跌落谷底。正当防卫本来就很难定义，稍有不慎就会被判定为故意杀人。这下就算有视频证据，李永强最多也就改判成无期。审判长，我反对。公诉人的说法非常荒谬。王彪拿起刀还不算对李永强造成人身威胁，必须要拿刀攻击李永强才算对他造成人身威胁。公诉人，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面对一个持刀壮汉，他如果要用刀刺你，需要几刀可以让你失去反抗能力？你能硬扛一刀，然后再反杀他吗？公诉人听后有些惊讶，默默转过头没有说话。一刀，一个成年壮汉只需要一刀就可以让一个人失去反抗能力，而且王彪本身的战斗力就强过李永强。如果动手的是王彪，李永强能活下来吗？还有可能反杀吗？几句话就让现场陷入沉思，就连审判长听后也是不自觉地点了点头。至于公诉人举的卖鱼的例子，我认为是在偷换概念。卖鱼讲的是买家和卖家的关系，卖家持刀杀鱼是正常行为，且买家和卖家是没有矛盾的。可王彪和李永强之间是有矛盾的。视频前几分钟，王彪刚刚侵犯了李永强的老婆，并且对李永强实施了殴打。这样一个暴力犯罪分子，如果他扬言要拿刀弄死你，你觉得应该等他先砍你一刀再反抗吗？公诉人被你这一番话怼得哑口无言，而直播间的网友却是乐开了花，一个个疯狂刷着弹幕给你声援。法外狂徒名不虚传，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看，公诉人都不敢说话了，再多嘴，小心连你一起送进去。支持李永强正当防卫，支持李永强无罪。就在舆论完全倒向李永强这一边时，公诉人又开口了。根据以往的案例，没有过这样的判决，法律上也写得明明白白，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才是正当防卫。李永强完全可以持剪刀让王彪丧失行动能力，可李永强却连续捅了王彪10几刀，这10几刀明显是恶意报复，而不是正当防卫。当公诉人把话题转移到这10几刀上，案件性质再次出现反转。如果李永强只是捅了王彪一刀，那还能够说成是正当防卫。可这10几刀下去，就算不是故意杀人，也是一个防卫过当。而过失致人死亡，至少也要判无期徒刑。所有人又一次看向了你，能不能帮李永强辩护成功，就看你怎么解释这10几刀了。李永强是可以只给对方一刀，可我们也要考虑一下李永强当时是什么心情。面对长久的欺压，还有妻子刚刚对他说不想活了，种种极端情绪之下，李永强不敢让王彪有反击的机会。他如果不杀了王彪，王彪就一定会杀他全家。
你很清楚这个案子不一定能辩护成功，最后还是要看法官的判决。如果还是给李永强判了死刑或者无期，你也算是尽力了。你私下找了最近20年相关的案例，最后的判决结果无一例外，全都是故意伤害罪，最差的都是防卫过当，稍微严重一点就很容易变成过失杀人。此时你的目光扫过现场所有人，郑重开口道：我梳理了近10年相关案例的判决，2014年的周显平案，2015年的贾跃科案，2016年的贺峰案，2017年的曹爱玲案等等，都被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我有时候就在思考，为什么只要是类似的案例，永远都会被判故意伤害罪，最差也是防卫过当。就像公诉人刚才所说，根据以往的案例没有过这种判决，可如果面对新案子时总是用惯例来判决，那人民群众想要的公平与正义何在？话音落下，现场一片寂静。你的这一发问直击所有人心灵。惯例就是用来打破的，不能按照惯例来进行判决。法律不能背离公平正义，法律应该提高违法犯罪的成本，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法不应该向不法让步。正如李永强的案子一样，妻子遭受侵犯，自己惨遭殴打，可他却要战战兢兢思考自己是不是该出手保护家人，是不是该出手保护自己。如果非要确认是谁先出手才能确定李永强是不是正当防卫，那我们或许已经见不到李永强了。我的发言结束，谢谢大家。该说的都说了，现场沉寂了2秒钟后，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旁听席有来自各行各界的人都觉得这番话说得很有道理。法不应该向不法让步，法律是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武器。人情大不过国法，国法压不住天理，天理不外乎人情。直播间的网友更是疯狂地刷着弹幕。贵了，真的贵了！刘律师 YYDS， 实习律师舌战群儒，法庭之上大杀四方。李永强无罪，该出手时就出手。同一时间，方达律师事务所内，薛青青惊喜地喊道：刘不达太厉害了，这话反正我是说不出来，能辩护到这种程度，绝对不是一般人。不仅仅是薛青青，连高勇也在一旁傻眼了。刘不达这辩护水平至少是金牌律师，甚至还在金牌律师之上。不少细心的网友在这个时候还找到了沈梦玉之前发的视频，视频内容称：现在如果找律师的话，1小时咨询费就要差不多500-600，更别说打官司了。可刘律师却1分钱都没收，就连应该给他的100块，他私下里都偷偷还给了孙云欣。他不但免费帮聋哑人打官司，还自己出钱给孙云欣母女俩看病。这样的律师，这样的品行，谁不喜欢啊？视频一经传播，所有人都对你的做法佩服得五体投地，纷纷嚷着要找你打官司。而此时庭审现场的你却在紧张地等着结果，因为案件马上就要到判决环节了。一对夫妻在你律所门口东张西望，看到你迎面走来，二话不说，扑通一声跪倒在你面前，接着周围瞬间涌出大量记者。男子掏出一张银行卡对你说道：刘律师，谢谢你救我一命，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已经被判了死刑。这卡里的钱是给您的律师费，请您务必收下。当初我既然免费接了这个案子，就不会收1分钱，你总不能让我出尔反尔吧？这钱你们留着用吧，给你老婆和女儿都装个人工耳蜗，好好改善一下生活。说完，你便转身离开，留下这对夫妻和记者在风中凌乱。而就在不久前，男子还作为一名杀人凶手等待着法庭的审判。公诉人在经历一场唇枪舌战后，最终在你手上败下阵来，现场所有人都在鼓掌。而这个时候，审判长沈家瑞看向了原告律师韩子明。原告律师还有什么需要陈述的吗？审判长，我有话说。我认为光有这个视频证据还不够。王彪虽然确实持刀了，可如果把监控录像暂停到王彪持刀的画面，然后放大，大家就会有新发现。很快，监控录像暂停到了王彪持刀的地方，然后放大，可所有人看了后依然是一脸懵。这时韩子明开口了：审判长，我想请问一下被告律师，他是如何证明这是一把真刀的？视频录像上这把刀模糊不清，或许只是王彪拿出来的一把玩具刀，没有任何杀伤力。我认为应该找到这把刀，如果找到的刀和这把刀是同一把刀，才能证明李永强当时确实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如果王彪车上真的是玩具刀，那说明李永强就是过激杀人，故意杀人。案件进行到这一步，韩子明依旧还在想办法让法院判李永强死刑。而这个时候，旁听席上有一位村民站了起来：我有证据，这把刀是王亚军交给我的，他让我扔了，后来被我埋在了山里。王亚军让我扔，我不敢不扔，我如果不扔的话，我一定会被他们家报复的。现在我要举报王亚军一家人，他们平时做高利贷，到处欺压别人。这把刀就在我手里，和当时王彪车上的那把刀一模一样。村民拿出那把刀交了上去，从外观上看，确实和视频监控里面的刀一模一样。面对突如其来的证物，法院鉴定科迅速开展起了工作。经过3个小时鉴定，所有生物信息全部被提取出来，刀上确实有王亚军父子和那位村民的指纹，也就是说，这把刀是存在的。现在刀也找到了，审判长开口道：这把刀的确是王彪车上的那一把刀，形状、大小以及相关生物信息都能够对得上。审判长，既然可以证明是同一把刀，那就说明王彪不可能拿出一把玩具刀来吓唬李永强。就目前情况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玩具刀的存在。审判长听了你的话后，看向所有人。此时法庭已经彻底安静下来，案件终于要迎来判决了。审判长沈家瑞说道：关于李永强杀害王彪相关案件，现在本庭作出如下判决：一、王亚军联合西山村村民从事非法高利贷工作，涉案金额巨大，已经超过1000万元。根据华夏刑法第175条，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2. 王亚军操控西山媒体误导大众，西山媒体负责人长期收取贿赂，报道错误新闻，隐瞒重要事实，现判处西山媒体缴纳罚金3万元，西山媒体进行整改，判处西山媒体负责人刘金昌7年有期徒刑。3. 王亚军指使西山村村民多次欺压他人，暴力催收，间接导致他人死亡，并且在李永强案当中刻意隐瞒事实，涉嫌威胁绑架，妨碍警方调查，现判处王亚军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结束后，王亚军和西山媒体负责人刘金昌分别被警察带走。已经60岁的王亚军估计下半辈子要在监狱里度过了。与此同时，蹲守在直播间里的网友却是乐开了花。王亚军这老壁灯总算是被送进去了，这种人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绑架小女孩，恶意销毁证物，这种人就判无期，我觉得都轻了。该送进去的都送进去了，就是不知道李永强最后会怎么判。此时庭审现场，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李永强最终的判决结果。关于李永强杀害王彪一案，由于王彪对孙云欣长期实施侵犯，并且暴力殴打李永强，现判处王彪一家赔偿李永强、孙云欣医药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3万8千元。根据华夏刑法第20条，李永强杀害王彪是在王彪先行持刀的情况下进行的，李永强持剪刀反杀属于正当防卫，因此本院对李永强不予起诉，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当庭释放。法院宣判完毕，现场掌声雷动。孙云欣看着一旁激动的李永强，也大概猜到了结果，满脸的不可思议。无罪，她老公真的是无罪的。孙云欣一直以来都很害怕李永强被判死刑，不管他遭遇了什么，她从心里还是很爱李永强的。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她和她的女儿都不能没有李永强。案子结束后，你悄悄离开了现场，独自走在街上时，大家都在疯狂讨论李永强这个案件。我来个骚刚，李永强被判无罪，刘律师也太牛波一了吧！被告辩原告，还把原告给送进去了。你说这是实习律师的操作，打死我都不信。精英律师又怎么样？在法外狂徒面前根本不够看。王亚军下半辈子估计要在监狱里忏悔了。就这样，你回到了律所，恰巧在门口还遇到了李永强夫妇，又经过一番拉扯才回到办公室。刚进门，耳边就响起系统的声音：恭喜宿主胜诉官司，获得现金奖励15万元，15万元将会以合理合法的方式送到宿主手中。奖励宿主通天之眼，宿主可以洞察案件所有漏洞，甚至提取近100年来被删除的监控视频证据。这通天之眼确实不错，以后寻找线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我这15万的奖励该怎么领取？总不能去买张彩票吧？你随手买了一张刮刮乐，竟直接中奖25万，围观群众一个个都惊掉了下巴。可你却一脸淡定地离开了彩票店。不久后，这件事情闹上了新闻。实习律师无偿帮聋哑人打官司，官司胜诉当天买刮刮乐喜提25万奖金。就在刚刚，李永强杀王彪一案判决，李永强正当防卫，无罪释放，一时间全网大火，所有人都认识了你，而你却对此一无所知。对完奖后，像往常一样回到家中，一开播，直播间瞬间涌进来上万人。怎么这么多人？难道我火了？紧接着礼物便开始飘屏，一个接着一个。感谢老板张三打赏的大火箭，张老板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随时联系我。随着直播间人数疯狂上涨，一条金色的弹幕缓缓划过。没什么事，就是看刘律师做好人不留名，特意来打赏一下。钱不多，但是刘律师的专业能力是真的强，以后有需要来找你。好的，张老板，我私信你了，有需要随时联系。你好，哪位？刘律师你好，我是方达律所的金牌律师高勇，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我们主任很欣赏你，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律所，年薪150万，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谢谢主任的好意，也很感谢方达律所能够看中我，但是我现在还是想先自己开律所。律所虽然小，但是比较自由。好的，这是我的电话，你如果改变主意了，随时联系我。好的，再见。电话刚一挂断，直播间弹幕就开始疯狂飘屏。不是吧，不是吧，100万年薪就这么拒绝了？听说方达律所可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红圈律所，刘律师竟然拒绝了。好了，今天给大家直播普法，那就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方式吧。大家先别刷礼物打断我。有这样一个案例，女同学甲和女同学乙闹矛盾，甲找了个大哥想去性侵乙，结果大哥认错了人，把甲给性侵了。你们说这个案子犯了什么罪？你刚说完，直播间满屏的问号，就连刚刚刷礼物的张三也在催你解答。快说快说，说出来我打赏礼物。这个案子，甲是犯罪嫌疑人，甲找大哥想性侵你，客观上是犯罪了，而大哥找错了人，属于对象认识错误，但也构成了强奸罪。如果甲报警的话，出于自首情节，同时自己也作为受害人，从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角度考虑，不会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大哥成功性侵了你，那甲就应该以共犯论处。直播间的网友听后恍然大悟，更有甚者发弹幕表示甲就是小丑，而张三也是毫不吝啬的送出了一发大火箭。案例今天就分析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网友，看看你们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解答。随后，一位名叫严桂珍的网友请求连麦，刚一接通，就听见对面传来急促的声音：“刘律师，有个案子，我想请你帮忙，10万火急。我儿子不久前被抓进去了，我到处找人，可却没有一点进展。”你心中一紧，知道这下又来案子，你慢慢说，别着急。我儿子叫蔡谦，今年28岁了，
前段时间相亲遇到一个女的，两人谈了3个月恋爱，准备谈婚论嫁。那女的也收了30万彩礼，可最后却告我儿子强奸她。现在我儿子被警察抓进去了，那女还起诉要求我们赔偿精神损失费。所有人听后一脸懵，都要订婚了，怎么还被准媳妇儿给送进去了？具体是怎么回事？你把所有的细节都说一下，包括和这个女的是怎么认识的，一步步讲清楚。事情是这样的，我儿子今年28岁了，家里想让他赶紧结婚，但是他一直遇不到合适的，所以我就找了一家相亲机构，叫做多鱼相亲，交了2万8的会员费。就在前段时间，多鱼相亲介绍了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挺好的女生，叫做赵乐乐。赵乐乐身高168，体重90斤，长得也算漂亮。两人一见面，我儿子就喜欢上了她，她也对我儿子挺满意的，于是就确定了恋爱关系。2个人谈了3个月恋爱，在这3个月里，我们各方面观察下来，都觉得赵乐乐是个挺不错的女生，于是2家就准备一起协商一下订婚的事情。听到这里，网友们都觉得挺正常的，难不成真是这兄弟强迫人家做那种事？可严桂珍却是气愤地说道。然后女方家就要30万彩礼，那可是30万彩礼啊！而且他们说陪嫁就1床被子，本来我不太同意，可我儿子太喜欢赵乐乐了，最后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彩礼给了，5金钻戒也买了，什么都给安排的妥妥当当的。然后他们就说要去度蜜月，想玩一段时间再回来结婚。严桂珍说到这里，网友们差不多就懂了，看来是度蜜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继续说下去。然后我儿子就和赵乐乐去了乐山玩，去的第1天，我儿子就想和赵乐乐发生关系。按照我儿子的说法，赵乐乐半推半就，也没怎么拒绝，两人就在酒店发生了关系。事情发生后，赵乐乐找到我们家。严阿姨，你们家婚前买的房子能不能改成我的名字？最好再做一个婚前财产公证。你们刚订婚，还没结婚呢，现在就把房子改成你的名字，我们家不同意。事情发生3天后，赵乐乐突然报警，说我儿子强奸了他。然后警方就开始调查，果然在赵乐乐体内提取到了我儿子的生物组织，我儿子就这样被抓进去了。我没想到不把房子改成他名字，他就要报警抓走我儿子。最可恨的是我那傻儿子还被套话录音了，承认自己就是强奸。刘律师，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多少钱都行。多久后开庭？5天后开庭，在我们古原市这边。这个案子我得去一下古原市，你把所有资料都给我，我详细看看，具体事项我们面谈吧。好的，刘律师，您订机票吧，我都给您报销。各位网友，大家也看到了，又有新案子，我得去准备一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我先下播了。随后你直接关掉了直播。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系统任务发布，请宿主帮蔡千打赢官司，并且送原告进去。任务完成，奖励现金20万，奖励宿主体质+3，宿主体质越好，生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哦。近日，未婚妻状告准新郎强奸一案引发广泛社会关注。起因是一对小情侣订婚后外出旅游，期间2人发生关系，事后小仙女索要天价彩礼，并且要求房子必须过户到她名下。男子母亲当场拒绝，结果小仙女反手报警说男子强奸她，甚至以强奸为由拒绝退还彩礼。男子母亲走投无路下，在直播间找到你寻求帮助，而你了解案件详情后，第一时间赶来。刘律师，你终于来了，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吧！你先别着急，这个案子我得了解一下情况，先提前和你打好招呼，不一定能辩护成功。等看完卷宗和笔录，我还要再去找蔡千问问细节。随后你们来到酒店，调取了监控录像。根据监控录像和酒店工作人员描述，赵乐乐确实在抗拒蔡千带他去酒店，加上蔡千亲口承认过自己强奸，并且警方也在赵乐乐体内提取到了蔡千的生物组织，这个案件胜诉的可能性基本为0。这个官司的确不好打，警方也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把蔡千抓起来的。我再去法院和警察局了解一下情况。之后，你又来到法院和警察局查看卷宗和笔录，最后在和蔡千的聊天中，你发现一丝可疑的地方。赵乐乐在发生关系后，曾要求蔡千一家把婚房改成他的名字，蔡千母亲不同意，赵乐乐这才报警说蔡千强奸他，而这已经是事情发生后的第3天了。有了这一线索，你回到酒店，打开了系统，调取赵乐乐案件相关证据，随后系统罗列出来诸多证据，让你眼前一亮。根据宿主需求，现调取以下证据：1. 蔡千和赵乐乐在酒店的视频录像；2. 赵乐乐和其母亲赵一平在车上密谋的音频证据；3. 赵乐乐的日记；4. 赵乐乐长期骗婚的20个案子；5. 赵乐乐要求房产加他名字的证据；6. 赵乐乐的真实母亲是谁。这么多证据让你心里一惊，加上之前的了解，基本可以断定蔡千并非强奸，一切都只是赵乐乐母女俩的一场阴谋。作为一名专业律师，你决定将他们母女俩都送进去。与此同时，严桂珍也在焦急地等着你回复。怎么样，刘律师，有消息了吗？这个案子可以接，我看了一下，这个案子的胜率是100%。虽然我们是被告，但我打算把赵乐乐和他妈都一起送进去。什么？我没听错吧？有什么问题吗？当然可以，只要能保我儿子不坐牢，其他的我都听你的。行，那你到时候配合我就好。多谢刘律师。挂断电话后，严桂珍依旧有些震惊。她第一次听到有律师说这个案子有100%的胜率。随后，严桂珍又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乐乐啊，我是严阿姨，蔡谦他不是故意的，你能不能开个谅解书？彩礼可以不退，其他条件也可以谈，房子也不是不能过户给你，只要你写个谅解书，等你们结婚了怎么样都行。阿姨，彩礼不应该是男方给我的保障吗？30万也不多啊，我总不能白给你儿子生孩子吧？更何况我生完孩子还要照顾家里，房子加我名字也只是一个保障，为什么这都不愿意给我呢？应该，当然应该，彩礼不用退。乐乐，只要你开个谅解书，什么条件都能谈。我本来也没想着退彩礼，我这边的亲朋好友都知道我订婚了，现在退了彩礼，我还要不要脸了？本来我只是要一个保障，可你们却一直不同意。蔡谦还想对我动手动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现在就算婚前房子加我名字，我也不愿意开谅解书。那我让蔡谦给你道歉，或者怎么样你才能开谅解书，条件都可以谈。阿姨，也不是我多要什么，我又不是什么捞女，只是想要一个保障而已。现在蔡谦给不了我安全感，这样吧，你们把房子过户给我，做财产公证，还有你的房子也过户到我名下，这样我就有安全感了。那我就考虑开一个谅解书。另外，要让我看到蔡谦的诚意，我觉得再加20万彩礼也不难吧。哼，那嫁妆你带哪些？嫁妆我也带啊，我妈让我带3床被子回来，我感觉嫁妆不嫁妆的没必要，嫁妆不就是看个心意吗？我都嫁给你儿子了，还不够证明我的诚意吗？乐乐，现在我们手里真没钱了，你看能不能？阿姨，你们可以把老家的房子卖了呀，我弟弟这边可等着要结婚呢，正缺钱办酒席，少了这20万可不行。而且我婚后不接受和公婆住，你们老两口必须搬出去租房子。你真是欺人太甚，那就法庭上见吧。挂断电话后，严桂珍十分生气，不过她这次录了音，转手就把录音直接发给了你。既然如此，那就法庭上见吧。很快，法院就公布了双方律师的信息。原告律师赵宇，天台少年律师，出道不久，仅打过20多场官司，但已获得金牌律师称号。被告律师刘不达，实习律师，目前打过2场官司，均已胜诉。而开庭时间也定在2天后下午2点半。另一边，赵乐乐得知严桂珍请的律师是你，也第一时间找到了赵宇。赵律师，我这次起诉要求蔡谦赔偿我，还要求他坐牢，应该没有问题吧？我听说对方请的律师是号称法外狂徒的刘不达。只要你能确定蔡谦在酒店强奸你，那就没有问题。蔡谦肯定会坐牢的，判刑至少3年起步。我确定他就是强奸我了，有录音，他自己都承认了，还有酒店的监控录像，这些都是证据。那就行，对方律师是谁并不重要，蔡谦犯了法，谁来帮他辩护都没用。赵律师，那我还要让他们赔偿我20万的精神损失费，毕竟我的第一次被蔡谦给夺走了，这事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嫁人啊？你可以在诉求里面让他们赔偿你，至于是不是20万就不一定了，要看法官怎么判，应该可以赔偿你精神损失费等费用。不能直接让蔡谦赔我20万吗？这20万我有急用，我弟弟准备结婚，就差这20万。我会把你的诉求一并提交上去。看到自己家律师点头答应，赵乐乐有些兴奋，马上又能赚20万，心里不免激动。至于蔡谦坐不坐牢，他根本不关心。